我明明只是修炼了10万年才飞升上界的废材，可我飞升这一日却引得整个仙界轰动。只因我在下界修炼10万年，却始终无法飞升，而我门下无数弟子一个个都飞升仙界，成为一方王。就连我收养的大黄狗、路边捡的小猫、救助的小鸟，全都渡劫圆满得到飞升。就在你抱怨天道不公时，系统的提示音响起：恭喜修主10万年签到大圆满，奖励渡劫飞升。这一刻，你激动的差点哭出来。10万年了，总算轮到老子了。就在这时，头顶雷云滚滚，一道道天劫如流。这一幕，虾毛10万年来看过太多次，每一个徒弟都是虾毛亲手送上去。随着最后一道天劫被威，虾毛身体化为一道流光，飞向那苍穹。师尊，我说过多少次了，除非天塌下来，否则不要来打搅我，是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吗？不是，就是那登仙榜，您之前让我盯着他。听到登仙榜3个字，苏月玲脸色大变，一个闪身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在圣山之巅了。蓝星虾毛，师父他老人家终于要飞升了。所有弟子立即下山，明日凌晨之前接手九夷圣山千里之内所有的洗仙池，如有蓝星而来的，第一时间通知我，本宗主亲自去接。与此同时，九幽鬼域鬼王费洛天强行结束闭关。师父，10万年了，你终于来了。大前王朝女帝朱砂落，懿旨诏书，大前官府无数高手倾巢出动，迅速接管王朝境内所有的洗仙池。伴随着虾毛名字的出现，整个灵界彻底沸腾了。咦，这和想象中的仙界不一样啊！老贾，我问一下，这里可是仙界？仙你个头，这里是灵界。小兄弟帮个忙，把我家小姐带出来。灵界？虾毛有些迷惑，他四下看了看，也没看到女子，只看到身下缓缓有一道人影浮出。我操！这手感还真不错。小逼崽子，快点把你的抽手拿开，否则老子一会儿直接砍了你！扑通，虾毛直接松手，女孩重新跌入水里，脸朝下的那种。那伙人的脸都在抽搐着，眼神仿佛要吃了虾毛，还是带头人明事理，笑呵呵的说道：小兄弟勿怪，劳烦你将我家小姐带出来就是。到底要不要让我带出去？当然，劳烦你了。小逼崽子，敢轻薄我家小姐，老子砍死你！徐强住手，飞升不易，他也不是故意的，算了。这里真的是仙界吗？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刚飞升上来的都这样，下界飞升并不是往仙界飞升的，而是会来灵界。那水池是洗仙池，乃天道生成淬炼你们的肉身。同时，你难道没感受到体内的气已经转化为灵力了吗？果然，身体强度比飞升前强了不知道多少倍。丹田石海内所谓的气正在转化。灵界有本土人士，需要从基础炼气开始修炼，也有很多资质平庸者无法踏入修炼，沦为平民百姓。只不过这里是灵界，灵气浓郁，他们的修炼速度要快得多，而且无需渡劫，修炼到渡劫大圆满，境界会直接提升到真仙。妈的，人比人气死人，有人出生在罗马，有人出生当牛马，老子在下界苦等那一丝天道契机，等了10万年，却不如上界一棵草。对了，你是哪个星球来的？我们师尊还吩咐我们在周边洗仙池候着接人来着。虾毛沉吟了几秒，叫什么星他不知道，但大陆是叫玄天大陆，于是道：玄天大陆来的。我想也是，九州之大，哪能那么巧就找到师尊要找的人？我叫慕云宗，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入我们大罗剑宗。当弟子吗？不，飞升者真仙之境，可以直接做管事或者客卿。也行，反正暂时没地方去，直接入宗当官，了解了灵界后再做决断，顺便找徒弟们。这时，慕云宗已经召唤出了灵船，身后弟子纷纷跳上灵船，虾毛紧随其后，接着灵船冲天而起。来到大罗剑宗后，虾毛看到演武场前面插入地面的黑色石碑，这正是虾毛亲手打造送苏月灵的神兵梁天尺。曾经往事一幕幕浮上心头，虾毛回忆起了当初那个爱吃西瓜的小胖妞，整天围在自己身边打转的日子，他忍不住走上前去，想要摸一摸梁天尺。小子，你干啥呢？怎么摸不得？我跟你讲，这东西可是宗主最喜爱的东西，他每日都要来此驻足，寻常弟子是不允许碰的。这小胖妞我没白疼他。走吧，先安排你住下，然后带你去见大长老，安排你们的职位。门内弟子好像并不多啊。小瞧我们大罗剑宗了不是？眼下宗内弟子都去找人了，留守的当然不多，就连宗主都出去了。要找的是什么人？告诉你也无妨，蓝星的飞升者虾毛。虾毛瞥了眼登仙榜，想来苏月灵就是看到登仙榜，所以才派弟子找他的。毛笑了笑，
随后便跟着慕云宗来到了他的住处。你休息便是，我家小姐醒了，我会派人来通知你。言罢，慕云宗就走了。虾毛回到屋里，那是自己的身体，他10万年来签到获得的无数气，随着转化，灵力越来越多。虾毛能感觉到自己的境界也在快速的提升。系统签到，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修为奖励。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灵宝赤龙宝甲。果然在灵界签到就是不一样，以后不用修炼了，继续签到躺平就行。大罗剑宗主殿内，我听闻你负责守着的洗仙池出了2个飞升者。宗主，今日洗仙池飞升之人，一位是我穆家大小姐穆瑶，另一位并非来自于蓝星，而是来自玄天大陆。闻言，苏月灵的神色也立刻暗淡了下去。一旁的大长老安慰道：月灵不必纠结，你师父他既然已经飞升来到灵界，总有见面的时候。可是他刚刚飞升，只有真仙境，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怎么办？那不可能，你那师门规模之大，遍洒九州，昨日登仙堡想必都注意到了，总有你的师兄弟师姐妹能够找到他的。希望如此。这几日大罗剑宗范围内的洗仙池继续加强巡视，我师父他在下界孤苦10万年，我不想他飞升上来还是孤零零一个人。是宗主。对了，那异剑阁前几日又派人来了。不用理会，我已经回绝了，只是唯恐那剑帝耐不住性子再来挑衅。这个节骨眼上，大罗剑宗门下弟子多出去巡视洗仙池了，宗内人手不足。剑帝？呸！狗屁的剑帝，他也配？而且还是自封的剑帝。论剑道天赋，哪怕这灵界9州之大，也绝无可能有人能比得过我师父。看着苏月灵的得意以及那股冲天的自信，搞得苏妹都有些好奇。就算是苏月灵的师傅刚刚飞升才真仙境界，剑道天赋能有多高？他哪知道虾毛在下界早就通过签到将所有天赋点满了。此时此刻，断崖竹林外，虾毛还在躺椅上享受着生活。那慕云宗怎么还不来？月灵那小胖妞也不知道回来没有。系统打开属性面板。宿主当前境界为真仙6重天，由于宿主昨晚睡了一觉，奖励修为真仙9重天。还能这么晚？宗主回来了，我带你过去，好给你安排职位。此时演武场，苏月灵坐在演武场前的高台宗主之位，看着下面的人群，神色有些落寞黯然。虾毛此时已经被慕云宗喊了过来，看着高台之上那熟悉的面孔，13000年来并未有太多变化，只是对比飞升前的活泼灵动，多了些许的沧桑。虾毛忍不住有些心疼，这小胖妞一个人支撑到现在，怕也受了很多苦难吧？喂，你看什么看？那可是宗主，你个登徒子。也是，宗主苏月灵，那可是无数人的梦中女神。你小子给勾了魂也属正常，但一会儿到了宗主面前，可不能这样放肆了。我尽量，我尽量。异剑阁。妈的，这货怎么又来了？你认识？他是剑帝陆青山，异剑阁的阁主。那陆青山盯上了宗主的混元棒子剑诀，还觊觎宗主的美貌，打算和宗主结为剑修道侣，还想着吞并了我们大罗剑宗。这么不要脸？的确不要脸，但没办法，这陆青山的实力不俗，境界还在宗主之上。这陆青山就那么厉害吗？废话，据说境界已经达到了上仙5重天。上仙？那是什么境界？听起来很屌的样子。真仙之后便是上仙。就这，我还以为多屌呢，原来是个小菜鸡。你这是什么表情？以为仙人修炼很容易，天赋好的几百年就能渡劫飞升，但飞升之后每走一步都难比登天。修仙很难吗？这不是睡一觉的事吗？这时天上的陆青山已经踩着飞剑降低了高度，但不愿意落地，反而居高临下的看着苏月灵。月灵，许久未见了，你可还好？呵呵，我跟你很熟嘛，你也配叫我月灵？陆青山脸色微微一僵，眼神闪过一丝阴厉，但转瞬即逝。无妨，我今日来没别的意思，你大罗剑宗与我异剑阁也算有宗，今日前来只为切磋论道。你要和我打？莫非真以为我怕了你？他虽然境界的确不如陆青山，但同一境界相差并不是很多，反而师父授予的混元棒子剑诀足够弥补境界差距。不，你我二人没什么好切磋的，身边这几位是我异剑阁几位弟子和可卿，今日特此前来论道。苏月灵眉头一蹙，所谓的论道，比拼的不是实力，而是剑意。见到天赋感悟，人群中虾毛也来了兴趣，对慕云宗问道：那什么，要是比剑意，我有资格参加不？你是客卿有资格，但不建议会死得很惨。看不起谁呢？论道不比切磋，这玩意歹毒得多。如果只是切磋，双方点到为止，最多也是受点伤，但建议比拼一不小心，那就是意境崩碎，连带着以后的剑修生涯都要从此结束，沦为废物。
就在这时，陆青山再次开口：“我意剑阁虽然剑宗时日不如大罗剑宗，但我自信意剑阁的教导能力。今日一比，你我打个赌如何？”什么意思？你想怎么赌？你我二人，包括长老辈，不插手，徒子徒孙，包括客卿，都可以上。如若我的人胜了，你与我结为道侣，大罗剑宗从此并入我意剑阁。苏月玲一脸愠色，刚欲开口拒绝，大胆！我大罗剑宗掌门师尊岂能被你如此轻浮？范勇，不可冲动。师父放心，我大罗剑宗不弱他意剑阁。哼！蠢货，你这一站出来，不就应战了吗？早就听闻大罗剑宗大长老苏妹座下有位天赋绝伦的天才，渡劫期就领悟了天罡剑意，这么一看，还真有点东西。意剑阁陆少阳领教。这是陆青山的儿子，传闻300年就领悟了劫火剑意，1000年就修炼到真仙8重天，是个奇才，剑意刚猛，不输范勇的天罡剑意。他妈的，都有娃了，还敢惦记我家小胖妞，想屁吃呢！此时双方剑意交织，各自原地不动，自身灵力也隐而不出，完完全全的意境比拼。这范勇虽然境界低，但连我都没有领悟的剑意他都有，应该不会输。那范勇已经废了。恰在此时，场内的范勇身体开始不可抑制的颤抖起来，身边的剑意罡风也开始变得混乱。范勇整张脸都变得通红，劫火剑意的热浪仿佛就在炙烤他的身体。唉，范勇输了，承让了。可惜啊，可惜，这范勇我也有所耳闻，本以为可以让我眼前一亮，可结果却是如此不堪一击。怎么没人了？范勇的天罡剑意我已然领教，实属一般，该不会就是你们大罗剑宗的最强战力吧？妈的，这家伙太嚣张了，这是完全不把我们大罗剑宗放在眼里啊！既然没人愿意论道了，那我们这赌约，既然是赌约，只谈你赢了如何，岂不是笑话？如果你们输了，又该如何？此言一出，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吓得慕云宗和慕瑶想拉他已经来不及了。苏月玲听着声音耳熟，下意识转头也看了过去。师父。苏月玲愣愣地盯着虾毛，13000多年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苏月玲魂牵梦绕的那张脸，如今真真切切地出现在他眼前，泪水已经湿透他的眼眶，同时苏妹更是眉头一蹙。这愣头青是谁？这个时候出来是想找死吗？完了完了，这小子脑壳有个包，瑶瑶你以后可得离他远一点，这东西会传染。那个陆什么山来着？既然是打赌，若你们输了，那该如何？小子，既然你提出来了，便告诉你也无妨。如若我们意剑阁输了，3年内不会再来找大罗剑宗的麻烦。算盘打得好，你们赢了，苏月玲和你结为道侣，大罗剑宗并入意剑阁。可你们输了，就拍拍屁股走人。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小子，那你说该如何？既然是赌约，那大家就要付出同等的代价。你们赢了，苏月玲和你结为道侣，大罗剑宗并入你们意剑阁。但若你们输了，也别合并了，你们意剑阁直接解散宗门，如此才算公平。这小子闻得有点大呀。的确公平，我也可以答应，但你们大罗剑宗苏宗主却似乎并未答应。我答应，这赌约正合我意。此话一出，身边的大长老苏妹和众弟子纷纷脸色大变，都诧异地看向苏月玲。此时陆青山也有些犹豫了，盯着虾毛道：“小子，你是何人？可别忘了这赌约的规矩，若是外人，是没资格插手的。”我是大罗剑宗客卿，在论道之列。小子，你倒是挺自信的。也罢，来吧。下一刻，陆少阳身上的劫火剑意就轰然爆发，这一次和之前有所不同。陆少阳周身天地因为剑意的笼罩而扭曲，变换出一朵朵火焰莲花，仿佛是剑气云集而成。高台上的苏妹大吃一惊，异象，这陆少阳和范勇论道的时候还藏拙了，能引发异象的剑意，就是我也未必能赢。月玲，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有什么好担心的？看戏就好。没想到这陆少阳的剑意竟然已经到了如此恐怖的程度，完了，大罗剑宗这一波要彻底废了。此时，陆青山眼看陆少阳将剑意发挥到巅峰，这才暗暗地松了口气。虽然比我预想的早了点，但也无妨。苏月玲已然答应了赌约，那就趁此机会一举拿下大罗剑宗。小子，既是论道，你的剑意呢？是何属性？如若连剑意都没有领悟，那你们大罗剑宗可要输了。属性那是什么东西？有屁用！剑道不是你们那么玩的。来吧，我只需一剑。上扬。这一刻，所有人都懵了。本以为陆少阳今天将力压群雄，可结果被一剑斩碎剑意。苏妹看到这里，呼吸都要停滞了。
他猛地抬头看向苏月玲，而苏月玲仿佛早已料到，没有丝毫惊讶。你找死！哼！别忘了你自己立下的规矩，要战我陪你，要继续救上人。如若认输，那就自此解散了意见阁吧。面对苏月玲，陆青山脸色铁青，一个字没说，带着陆少阳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众人眼前。师父，师父，10万年了，你在霞界过得好吗？傻丫头，师傅这不是好好的吗？徒儿苏月玲拜见师父，恭迎师父莅临灵界。苏妹愣住了，眼前之人就是苏月玲乃至蓝星无数仙人，遍洒九州，日夜期盼的师傅。大罗剑宗所有弟子拜见师祖。拜见师祖。这家伙一下就成我师祖了，我的妈呀！回到主殿内，虾毛环顾四周，随后道：这宗门经营的不错，我都没想到你这丫头还能有这能力。师父，你现在是真仙境界，但我看你气息凝沉，几重了？真仙9重天。此言一出，在场所有人都傻眼了。昨天飞升睡了一觉，就真仙9重天了，这么不把修炼当回事吗？丫头，你现在是什么境界？上仙4重天，100多年前刚达到的。慕云宗所说还真是，在灵界达到仙人之境后，后面的修炼速度也太慢了。那上仙之后的境界呢？金仙，金仙之后是大罗仙，还有仙君、仙皇、仙帝，不过几乎没听说过，因为越往后修炼速度越慢，动辄10万年甚至100万年。但即便是到了仙人之境，寿元是没有那么长的，就像是一个死局，根本无法达到后续的境界。虾毛点了点头，对其他人不可能，但他有系统傍身，完全不需要操心。还有先前陆青山和你对峙，你们脑袋后面的圈圈是啥？还挺帅的那玩意，有仙人的感觉。功德紫气，达到上仙境界便有了，无需刻意修炼，是上仙区别于真仙的标志。功德紫气，按照进度再睡1晚上也就有圈圈了，那玩意还挺帅。咦，我今天还没签到呢，系统签到。签到成功，恭喜宿主，本次签到获得暴击，恭喜宿主获得修为奖励乘10，恭喜宿主获得先天古堡空洞封天印，恭喜宿主获得仙法一剑诛仙。哦，这就暴击了，奖励还不错，可惜这诛仙一剑只对金仙有作用。就在这时，在场的人都看傻了，因为就在说话间，虾毛的脑袋后面冒出来一团淡紫色的光圈，那是功德紫气。师父，你怎么了？师父你上仙境界了。哦对，顺手进阶了一下，感觉还不错。进阶上仙，这对于任何一个仙人之境的修仙者而言，都是人生大事。到你这成了顺手了。那陆青山是上仙5重天没错吧？是的。按照赌约，他们意见阁是要原地解散的。哼，陆青山那种货色不会遵从赌约的，真要撕破脸打起来，双方各有损失，得不偿失。那可不行，欺负到我小胖妞头上来了，还想结为道侣，他想屁吃呢，那就愿赌服输，他不解散，我们就帮他解散。哎呀，真不好意思。师父，我都多大了，你还叫我小胖妞？师父，你刚才说帮他们解散，怎么做？真要打吗？要打，但是不急，休息几天再干他丫的。骊山意剑阁阁主殿内，恢复的还可以，但剑意被毁，算是彻底废了。禀宗主，昨日那人并不是大罗剑宗的客卿，他叫虾毛，是苏月玲的师傅。可是那个蓝星飞升者等了多年的师傅虾毛，是的，宗主。虾毛飞升了。陆青山的后背唰的一下就冒出来一层冷汗。虾毛它代表的是一股可怕的凝聚力，蓝星飞升者无数，他们集合在一起，那是一股多么恐怖的力量。宗主，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那赌约？什么赌约？闹着玩而已。怎么想让本宗主解散意剑阁？你好大的胆子！少阳，你跟我来，其他人不要跟着，否则格杀勿论。爹，这是哪里？闭嘴！弟子陆青山有要事与老祖相谈，祈求老祖一见。进来说话。拜见老祖。我和你说过很多次了，非生死存亡，不要来打扰我。你是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吗？老祖，出大事了，还希望您能帮我一把。接着，陆青山将大罗剑宗的事情说了一遍。老者听完后，沉默了许久，才缓缓开口道：蓝星的虾毛，我听说过，你的担心不无道理。现在不除，等他们凝聚起来，你必死无疑。那是一个足以横扫灵界的恐怖师门。老者说完，他瞥了眼陆少阳。剑道根基的确被毁了，但根骨还在。晚辈就是这个意思，剑道根基被毁，此子仙土也到头了，但根骨还在，可以送给老祖您享用，无而大补。算你懂事，你将虾毛引诱到此，老夫出手将他诛杀之。多谢老祖。
睡了几天就上仙9重天了，还可以免疫金仙任何形式的攻击，是时候去灭了异剑阁了。此时，苏月灵、苏妹等人也已经整装待发。丫头，走吧。大罗剑宗所有弟子听令，立即随本宗主去骊山灭了异剑阁。陆老狗，滚出来！今日我瞎毛便灭了你异剑阁。我还没去找你，没想到你自己就送上门来了。既然来了，我也不怕告诉你，今日除了苏月灵我还要享用之外，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大言不惭，我现在就要了你的狗命！几个小辈好大的口气！那是功德金轮金仙，那老头是金仙。今日有红魁老祖在，我看谁要谁的命。女娃娃，你就是苏月灵吧？放心，你能活。至于其他人，就留下来当我的养料吧。不好，他是金仙。师傅，你快走，我拖住他。好你个头，老老实实待在我后面，有为师在，金仙算个屁！老祖事不宜迟，恐生变故，尽快杀了瞎毛。老壁灯，你想杀我，那我就先打爆你的狗头，再灭了你异剑阁。就在此时，一声尖锐的破空声响起，天空中缓缓出现了几道身影。孽徒，你果然未离开下周。孽徒，气旋玉如意果然被你锁到。这啥情况？怎么又来了一帮人和这老壁灯打起来了？他们是火德宗的人，传闻1万年前火德宗出了个叛徒，跑走之前还偷走了火德宗的一件仙宝。如今看来，这红魁就是那个叛徒。你们真是阴魂不散，老夫躲在这骊山万年，都被你们闻到味儿追过来了。气旋玉如意乃我宗至宝，防护效果自然不错，但我看你能支撑多久？我金仙9重巅峰，支撑着防护阵3个时辰不成问题。这里仙人之境的不少，等我吸干了他们，就会步入大罗仙，届时该死的就是你们。不好，全力破阵！他娘的，这老壁灯修的是什么邪法？怕不是修的煤气罐，搞得乌烟瘴气的。道运，那是古堡，先不要管红魁了，把那小子杀了，那古堡我们定然要拿下。干什么玩意就杀我？这老壁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呀，那就都去死吧！师傅小心，我来挡住他。丫头，快回来！师傅，闭嘴！一会儿再收拾你。伤我徒儿，那就全部去死吧！老壁灯，该你了！不好，此子有古怪，快跑！哼！这老壁灯手速有点快呀！此时在场的人全都直愣愣地站直了身子，苏妹更是不可思议地看着瞎毛，一剑秒金仙。听过无数次苏月灵吹嘘他师傅的话，以往都觉得是夸大其词，但现在看来，苏月灵可太保守了。此时，陆青山等人扑通一下就跪了下去。大哥，不，大仙，饶我一命，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打主意打到我家小胖妞身上了，饶你不死，你想屁吃？大仙，我有至宝奉上，可换我一条狗命。什么至宝？拿来看看。在那山腹石厅内，就放在石厅角落，那里面都是红魁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宝物。不过我没敢打主意，如今红魁死了，宝物都归你。行吧，丫头，除了陆青山，其他人全杀了，一个不留。随着异剑阁被灭，陆青山最后也被瞎毛斩杀，而逃走的谢德阳为了报复瞎毛，火德宗把瞎毛在大罗剑宗的消息散播了出去，想借他人之手除去瞎毛。消息一出，整个仙界瞬间引起巨大轰动。而谢德阳此时在火德宗府邸内，听着手下从各个城池传来的各方势力的消息，很是满意。忽然，一道通天彻地的白色巨物从天而降，坠落在火德宗府邸大院内。发生了什么事？出去看看。夷荒妖族，你敢如此光明正大的入下州，就不怕？瞎毛的消息是你传出去的，他在哪儿？在大罗剑宗。大罗剑宗距离此地并不远，宗主可是苏月灵？没错，就是苏月灵。你是如何得知的消息？敢问阁下是什么人？为何要找那瞎毛？敌荒妖族，妖王少英。妖王，天妖境界，那等同于步入大罗的仙人。与此同时，大批魔兵兵临城下，一道身穿血色铠甲的男子身影，踩着滔天煞气，扫了眼金陵城门口噤若寒蝉的几个卫兵一眼。这里便是金陵城，火德宗可在此地。回上仙，是的。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消息你是如何得知的？谢德阳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一名顶着功德金轮的男子便从天而降，
宗主，消息已经散布，只是我有些不解，为何我们不亲手杀了那瞎毛？可是找寻红葵的途中发生了什么意外？哟，这位姑娘生得好润，不知来我火德宗是为何？住嘴，这是妖王！找死！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我是带人去的骊山，因为谢德阳不敢犹豫，吞吞吐吐的说道。但话没说完，又有一名弟子急匆匆的跑进来。宗主，不好了！此时谢德阳都要哭了。再尼玛有弟子来捣乱，全都别想活了！滚出去！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打扰。宗主，可是府外有九幽魔兵将我们火德宗给围了。九幽魔兵？今天这是咋了？妖王来了，魔兵也来了，这还让不让人活了？火德宗宗主谢德阳可在此地？我便是谢德阳，敢问阁下是？九幽天魔费洛天。天魔又是个等同大罗仙的大魔。说瞎毛他在何处？勿要浪费时间，消息我已然得到了。师姐，好久不见。是啊，有万年了吧？在九幽过得如何？还那样，过得去。师姐，消息当真得到了，准确吗？不确定，但如果这谢德阳没有撒谎，师父多半在大罗剑宗，小师妹苏月玲便是大罗剑宗的宗主。这个简单，师姐稍等片刻，消息是否准确，待我搜魂便知。的确是师父，10万年了，我终于见到师父了。好了好了，别水剧情了，都水了3分钟了，粉丝又要骂了。师姐，这货是逃得快才回来的，他带去的4位金仙全被师父杀了。师父才飞升几天，怎么就能秒金仙了？具体原因我也不得而知，但师父他老人家，你懂得，他和常人不一样。这么说也是，师父有自保的能力，这我也放心了。师姐，我们作何打算？即刻启程去大罗剑宗找师父吗？我去找师父，你留下。你带了那么多魔兵，行动不便，留在这里看着他，让他嘴巴严实一点，不该说的不要说。费洛天无奈的点了点头。10万年了，他也想念师父。既如此，这边就交给你了。我去大罗剑宗了。翌日清晨，大罗剑宗演武场，一伙人站在宗主大殿前，趾高气昂，拽得跟258万一样。我等既然来了，为何你们大罗剑宗的宗主迟迟未见？好大的胆子！诸位才刚到，何来迟迟未见一说？大胆还敢顶嘴！这伙人是干啥的？带头那个愣头青又是谁？大清早来大罗剑宗大呼小叫嫌命长啊！他们是天罡派的人，来发道门会的请帖，就是有点奇怪。一般道门会1年1次，但今年提前了3个月。天罡派是干啥的？道门会又是啥？于是慕云宗便简单解释了一下。这不就是收租的吗？叫人过去随份子，算个屁的道门会！确实是，但也没办法，道门会4家的确很强，我们大罗剑宗得罪不起。道门会的日子还没到，你们这是什么意思？道门会何时举办，是我们说了算，尔等只需收帖赴会，多余的屁话就不要讲了。娘们果然是没多大点力气，就该在床上任人蹂躏，而不是当什么狗屁宗主。他妈的，敢欺负我家小胖妞，不要命了吗？师父，苏月玲委屈的嘟了嘟嘴。千百年来，苏月玲受到的委屈都是独自承受，但现在瞎毛在，苏月玲立刻就找到了主心。傻丫头，为师来处理，2条胳膊3条腿，你想让我先砍哪一个三条腿，都可以。小子，你好大的狗胆，见到本座竟敢不跪，你给我跪下！我跪你妈！你算个屁！老子现在就砍了你3条腿！就在瞎毛想动手时，一道破风声传来，伴随着一股恐怖的天地灵压，在场所有人都感觉呼吸有些不畅起来。不好，是敌荒妖族，快跑！紧接着，9天之前，炉火铺天盖地而来，将天罡派的人笼罩其中。只是瞬间，天罡派等人便失去了生机。苏月玲、苏妹等人神色严肃，如临大敌。小白，师父，我靠，几万年不见，怎么长得这么烧了？少英脸颊刷的一下就红了，但瞎毛这大呼小叫的模样，登时让少英找到了熟悉的感觉，再也忍不住，一个前扑，冲到了瞎毛怀里。我去，拿这个考验师傅，哪个师傅顶得住呀？小白，你趁早收起你那狐媚之术，为师是不吃这一套的。玉龙谷清玄宗宗主雷刚对着小蜈蚣敬道：老祖，那火德宗提前开道门会，只怕不是为了收供那么简单。听闻火德宗外出寻找叛徒，还和大罗剑宗产生了摩擦，但后来只有谢德阳一个人回来了。说完话老半天，小吴却没有动静。雷刚咬牙继续道：但这2日，谢德阳让人传出消息，蓝宗瞎毛出现在大罗剑宗之后，有弟子报告，火德宗所在的金陵城出现了敌荒妖族和9幽魔族的人。瞎毛可是前几日登仙榜上蓝星的瞎毛，蓝宗那个老祖。如果谢德阳没有说谎，也许就是真的。如今他提前召开道门会，只怕也是想借我们的手来除掉瞎毛。
不管那谢德阳这瞎毛出现，蓝宗弟子集结，对我们没有好处。老祖，你的意思是，到门会当日，老夫亲自出手，将其镇杀，危险必须扼杀在摇篮之中。同一时间，大罗剑宗主殿内，小白，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少英如实将关于谢德阳的消息说了一遍。当听到清玄宗有大罗仙坐镇时，瞎毛想骂娘。他虽然可以秒金仙，但如果大罗仙来了，他可顶不住啊！我擦，那老壁灯这么阴险，师姐没杀了他吗？太过分了！要杀，但还有点用。费洛天会看着他，道门会也会照常进行，到时候铲除4家，大罗剑宗来接管各家产业，当做蓝宗弟子集结的开始。费洛天，你师兄那小子也在呀？哼，师傅，费洛天是我师弟。口误，口误。师傅，你现在算是什么境界？上仙。提到境界，瞎毛才猛地想起来，他今天还没有签到呢。系统签到，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修为奖励，恭喜宿主获得神通地形仙，地形仙，天下任我游，土遁之术，宿主千里范围内可随机传送。这时，一道气浪由伞而出，瞎毛脑袋后面的功德紫气迅速凝结，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了功德金轮。师傅，你金仙了！地形仙，好东西啊，打不过也就跑，简直就是保命利器啊！师傅，你怎么笑得那么淫荡？想什么呢？去，哪里淫荡了？小孩子不懂，不要乱说。既如此，你们就即刻启程去参加道门会。师傅，你不跟我一起去吗？我当然也去，还有3天时间，我打算先去一趟药宗，找古海问问你师娘的情况，随后再去找你们。彼时，8000里外，白岩镇路边，一个浑身酒气的乞丐盯着正在散布消息的火德宗弟子。几位老哥，关于那瞎毛的消息，可是真的？自然是真的，但和你这乞丐有何关系？哼！大罗法相，再问一句，火德宗可在那金陵城？回前辈，是的。万里之外，红月楼楼台阁宇之上，一名身穿红色纱裙的女子依靠在栏杆上，看着面前的侍女。传出消息的是何人？是那金陵城火德宗宗主谢德阳，一个普通金仙。哼，区金仙也敢给我师父引火，好大的狗胆！与此同时，金陵城南3000里一家酒楼内。不好意思，各位，着急见家长，诸位改日再来。谢谢刚才提供消息的客人，您的酒钱免了。随后，老板娘灵魂一动，闪烁到9天云雾之上，而打定了主意要镇杀瞎毛于摇篮之中的清玄宗老祖，还不知道他即将面对的是什么。古海这小子倒是挺会选地方的，这里灵气浓郁，不管是修炼还是培育灵植，都是上佳之地。喂，干啥的？通行令呢？小友，我找你们宗主古海，让他出来见我。谁他妈是你小友？别套近乎，想见我们宗主的人多了去了。你一没通行令，二没通报，哪来的回哪去吧？我靠，这么拽！进仙，大仙勿怪，我一看就知道大仙你是人中龙凤。刚刚我只是在跟你开玩笑，我这就去通报宗主。这都行？不行，还是不行！该死的，我的能力还是不够。师父，要不歇息几天？提炼丹方并非一朝一夕，急不得的。如果是我师父，丹药给他，他一眼便能看透丹方。可惜了，我师父没在。宗主，有人要见您。哦，不见。可是那位是进仙，有可能是4大宗的人。金仙，那也不见。你随便带他溜达溜达，应付几句，打发他走就是了。他不敢怎么样的。是，宗主。大仙，宗主暂时有事来不了，您要是有兴致的话，可以在我们妖宗灵山转转。可以，那就转转。我就跟你客气一下，你还真转了。大仙，那你去转转，有事再来找巧的。不多时，瞎毛走到一处大殿前，浓郁的药香扑面而来。这是在提炼丹方，这是丹药，好东西啊！瞎毛正打算拿起来看看时，一道残影一晃而过。我操，偷东西好快的速度！丫头，偷东西这个习惯不太好吧？丫头，你别逃了，你是逃不掉的。啥意思？丫头，你在吓唬我？我操！这是什么牛叉的手段？一个金丹境的小萝莉，一个爆发，直接仙人之境了。我靠，有毒！坏了，这是什么毒？不会阴沟里翻船吧？瞎毛感觉似乎有某种物质侵入他的经络和血肉，速度极快的破坏他的丹田。可下一秒，那东西融入丹田后，自己不但没死，反而丹田转化灵力的速度骤然加速，比以前快了3倍不止。我去，这哪里是毒啊？这简直比仙丹还神啊！小姑娘别怕，哥哥不是坏人。此时的小萝莉已经失去神智，只有原始的攻击本能。
小姑娘别怕，哥哥不是坏人。你没有不舒服吗？没有，感觉良好。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会这么问？我叫林宝哦。因为我们黎族人有一个特殊无法控制的能力，不论是人族、妖族、魔族，只要接触到我们，都会染上天魁离毒，瞬间爆体而亡。那你家人呢？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我娘嘎了，我都是一个人的。我们黎族人从降生开始就无法被任何形式损伤或者摧毁，但年满18会自然爆体而亡，无一例外。这是个什么奇葩种族？宝儿，你今年多大了？已经15了，还有3年。虾毛下界10万年，他收了无数的徒弟，有皮包骨的小乞丐，有青楼遍体鳞伤的童女，有酒楼打杂的小伙计。他见过太多悲惨的童年，但林宝这样的却是独一份。宝儿，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吗？我想去中州，小时候我娘和我说过，中州是灵界的中心，我想去看看。还有敌荒，听说那里有很多妖怪。大哥，你是仙人，也是第一个愿意和我说话的人，你能带我去中州吗？血既然万千华光中，当然能，灵界9州，宝儿想去哪，哥都带你去。我明明只是修炼了10万年才飞升的废物，而飞升后我在大罗剑宗的消息被传了出去，与蓝星敌对的势力想趁我集结无数弟子前，将我扼杀在摇篮之中，而分散在9州各地的弟子也同时迅速动身，有路边的乞丐，唱跳的歌姬，酒楼的老板，全部展现大罗法相冲天而起，朝着道门会疾驰而来。金陵城火德宗府邸内，早知道当初传出消息不应该引导火德宗来，如今神魂也被费洛天掌控，只要一个念头，我就要魂飞魄散。这里是下州地界，怎么会有9幽魔兵在？大罗气息，这里可是火德宗。大罗仙，是，我就是火德宗宗主谢德阳，您是？阁下何人来找谢德阳？可是为了虾毛的消息？蓝宗弟子孙天友。蓝宗弟子可是为了师傅而来？师傅，你是什么人？蓝宗弟子费洛天。又来了一个大魔，一个敌荒妖王，一个9幽天魔，这清玄宗老祖的脑袋岂不是要被按在地上摩擦？你说你是蓝宗弟子，可有什么证据？哼，你问我，我反而怀疑你的身份。我师傅的确收过魔族弟子，但并不多，怎会这么巧？你就是呢？就在这时，忽然又一道较大的气息从天边而来，一名红衣女子从天而降。孙师兄，好久不见，没想到你也来了。我就混日子，如今得到师傅的消息，自然要第一时间过来。你二人认识？姑娘是什么人？蓝宗弟子叶红衣。孙师兄，此人是魔族，为何也在这里来找师傅麻烦的吗？不，我也是蓝宗弟子，这可咋办？没办法证明自己，2个大罗我也不一定干得过啊。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气息传了过来，少英带着薛月灵悄然而至。少英师姐，真的是你？这位就是你说过的敌荒妖王少英，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师妹，这个几百年没洗澡的乞丐是哪来的？你认识？孙天友也是蓝宗弟子，不过那位魔族的就不一定了，有可能是假冒的。费洛天是蓝宗弟子没错，他就喜欢窝在9幽。这次如果不是登仙榜上有了师傅的名字，他怕是也不会出来。倒也的确，魔族来中原处境不太好。原来都是自家兄弟姐妹啊，误会了。叶师妹聊什么呢？这么高兴？这位是黄芳师姐，做饭很好吃，也是蓝宗弟子。师姐你怎么把锅也带过来了？师傅喜欢吃我做的菜，所以我就把锅带过来了。全他娘的是大罗仙清玄老祖，这一波你自求多福吧，不是我要害你，实在是这蓝宗有点离谱了。好了，不要水时长了，这2天应该还会有师兄弟姐妹前来，我们做好接应，静待到门会的开始，当场以蓝宗身份镇杀清玄老祖，一举奠定蓝宗根基。翌日清晨，虾毛询问古海一些事情后，便带着宝欧离开了药宗，前往道门会。宝儿，你都是不死之身了，先前你偷药，我追你，你为啥要跑？虽然死不了，但也不喜欢被人打呀。宝儿，抓稳了，别掉下去了。此时玉龙谷深处，湖边茅屋前，雷太正浑身散发着金光，周身灵力涌动，融合清玄霸体的功法修炼。老祖，这2天派出去查探消息的弟子都杳无音讯，我怀疑是蓝宗弟子在捣鬼，他们应该不难察觉到这一趟的危机。那又如何？老祖勿怪，我只是担心那蓝宗老祖得知消息，不敢来参加道门会。他不来，我就去找他，然后杀了。您说的是我多虑了。既如此，我便安心准备道门会的相关事宜了。我的精神烙印为什么会在这里？宝儿，你来过这里？这里是青石镇，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我娘死后，他们就把我赶出青石镇了。
我要在这里找个东西。宝儿，你在这里等我。怎么，怕我跑了？才没有。那就一起进去吧，你就跟在我身边。不多时，两人便来到了一家酒楼。这里的气息更加浓郁了，我能感觉到这气息就在2楼。宝儿，坐在这里等我。哟，这不是那个小毒虫们还赶回来？小毒虫，我死人！我们青石镇可不需要怪物，正好无聊，你就送上门来了。与此同时，这边的状况也引起了酒楼内其他食客的注意，但却没人插手，反而一个个津津有味的看起了热闹。我很快就走了，你们不要打我，不然我……不然怎么样？妈的，还威胁起我们来了，小畜生！从小被欺负到大，宝儿难道都没有狂化过一次？但凡有一次，都没人敢这么欺负他。那可是黎族人，看上去好像没事人一样，难不成这家伙也是黎族的？原来如此，是带了同族的畜生，难怪赶回来。话没说完，虾毛脑袋后面金色的功德金轮突兀的冒了出来，瞬间，周围的围观者齐刷刷的倒吸一口冷气，恐惧瞬间弥漫了在场所有人的心。仙人，看到了吗？只有实力才会让他们闭嘴。你要明白，从头到尾应该感觉到恐惧的是他们，而不是你。看看这些人的嘴脸，想想他们是怎么欺辱你和你娘的。你在意他们的死活，他们可不会在意你。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强者决定一切，他们无法对你造成伤害，而你能轻易决定他们的生死。随着虾毛的一言一句，宝的眼神逐渐从复杂、迷茫，慢慢变得坚定起来。你来处理，我上去找个东西。不好，快跑！接下来楼下传来一阵阵惨叫声和混乱的嘈杂声，而虾毛已经来到了楼上的包厢中。这东西你从何处得来？他妈的，好大的胆子！先给我废了他2条腿再说。金仙，你是谁？回答我的问题，唐英若的东西为什么会在这里？我叫周阳，一气流的弟子，你敢动我，我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回答我的问题。是我哥给我的，他是一气流亲传3弟子，叫周威。你不要杀我，我不是有意偷您的东西的。周威4大宗的人正好顺路。随后虾毛来到了1楼，整个大厅仿佛人间炼狱。虾毛已经预料到结果，但也忍不住脚步一顿，灵宝就站在中间，浑身浴血，可以想象刚才这里的场面有多炸裂。虾毛走到灵宝身前，心疼地擦了擦他脸颊上溅上的鲜血，随后牵着灵宝的手离开了酒楼。今日我便让你们一气流从此消失在这片天地中。不对，这剑气之上竟能感觉到那一丝让人无法呼吸的天道之力。玉龙古道门会4大派立于高台之上，而空地上的是36派，没有一家缺席，也不敢有人迟到，就仿佛待宰的羔羊。说是道门会，其实也就是清玄宗的一言堂，来划分4家的资源产业，顺便收取我们的年贡。老祖，我所料没错，那蓝宗老祖虾毛并没有跟着大罗剑宗一起来。无妨，那就照常进行。道门会结束之后，我亲自去收拾他。只是雷泰还不知道的是，此时众多大罗金仙正在断崖之上俯视着下方的道门会，这个站位也基本将那清玄老祖的所有退路全部掐断了。师傅他好像没来。我也没看到。少英师姐，师傅不是说会来的吗？也许是还没到吧。师傅他老人家是出了名的路痴，迷路了也说不定。对了，孙师弟，你那边准备的如何了？金刚伏魔阵已经布置好了，那清玄老祖不会发现我们，即便发现了也无妨，他现在就是瓮中之鳖。大家安静，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清玄宗老祖雷泰。这种场合必须得装一波。下一刻，雷泰身后一尊魔元虚影轰然浮现，通天彻地的俯瞰着下方的36派，众人心头一震。虽然他们基本确定清玄宗有个大罗仙，但这还真就是第一次见。谢德阳反而一副可怜的眼神看着那雷泰。二货，你就继续装吧，反正也装不了多久了。不是你丫的要召开道门会吗？你现在这是什么表情？相信各门各派对道门会也都很熟悉了，我就不多言了。这次提前召开道门会，是为了重新划分一下4家的产业。同时，话没说完，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忽然响起。大胆，道门会已经开始，你是哪家弟子干扰道门会秩序？蓝宗虾毛。虾毛，这不会就是那个蓝宗老祖吧？怎么这么年轻？不是传闻已经好几万岁了吗？有什么可装的？即便是老祖，也不过才刚飞升没几天，去真仙而已。这是下阶庄习惯了，没有被毒打过，体会不到灵界的残酷啊！管你是什么身份，胆敢扰乱我道门会秩序，你……稍等，我先问一句，一气流的人在哪边？找我一气流，所谓何事？敢问你一气流可有一个叫周威的弟子？你和这蓝宗老祖认识？
回门主，并无交集。这瞎毛目中无人，老祖，我现在就杀了他。来都来了，不着急，看看。周阳，你认识吗？我表弟，你是怎么知道周阳的？啊！找你了解点东西。找死！哼！徐长卿可是金仙啊，随手就接下了徐长卿的攻击。老祖，这瞎毛用的是什么手段？一个真仙怎么可能抵挡？他不是真仙，这气息是金仙。就算是金仙，怎么可能毫无防护的接下徐长卿的攻击？这不合理呀！雷太已经沉默了，是不合理，但他也没看出来是什么问题。大哥，刚刚咋不让我来？你不是不喜欢挨打吗？是不喜欢，但是我无敌呀！巧了，我也无敌。瞎毛，我要你命！今日我便让你们一气流从此消失在这片天地中。不对，这剑气之上竟能感觉到那一丝让人无法呼吸的天道之力。想跑？到你们了！徐长卿死了，一气流所有的金仙全都死了，但其中低于金仙修为的那些人却活了下来。那瞎毛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娘的，当初是怎么回事？非要惹这个怪物？这尼玛20多个金仙啊，直接就被灭门了！好可怕的控制力，这个蓝宗老祖太诡异了，不能继续看下去了，直接杀了。我师父只不过是个金仙，你却连大罗法相都用上了，还真是恬不知耻。夷荒妖族，那就连你也一起杀了。九幽魔族，该死的！二位，这是我清玄宗的事情，你们为何要插手此事？如果愿意离开，我清玄宗愿意厚礼。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我刚才说的很清楚了，我师父，你是聋子吗？你是瞎毛的徒弟？没错，蓝宗弟子少英。还有我，蓝宗弟子费洛天。雷刚此时也意识到不对劲，愤怒地看向谢德阳。老祖，您放心杀，这雷太死了，清玄宗就废了。清玄宗掌握着9成灵脉的开采，就全都归蓝宗了。好，今天是我栽了，但你们给我等着！莫要以为我清玄宗就这点东西了，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招惹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等着。什么意思？你不会以为你还跑得了吧？你二人的出现的确出乎了我的预料，但我要走，你们还拦不住。师父，您老退后些，这雷太交给我们了。你们俩确定没问题吧？师父放心，不止我们俩。瞎毛一愣，四下看了看，随后似有所觉地抬头看了看天上。金刚伏魔阵原来是你们，既然如此，你们这些小家伙就随便玩吧。不好，不对劲，赶紧跑！雷太心头一震，再不犹豫冲天而去，朝山谷上空飞去。但还没脱离山谷的范围，忽然发现上空一个乞丐懒洋洋地坐在空中。滚开！滚开！不动明王，该死的！你是什么人？胆敢阻我？蓝宗弟子孙天友。又是蓝宗弟子，又是一个大罗仙，不管了，趁他们还没追上来，赶紧逃！我师父交给我的金刚伏魔阵，到了灵界依然如此好用，你跑不了的，死了那条心吧。那我就先杀了你，阵法自然就破了。你们又是何人？蓝宗弟子叶红衣，蓝宗弟子黄芳。此时少英飞身而起，费洛天紧随其后，5位大罗仙融合金刚伏魔阵，将雷太困死在中间。雷太的心彻底沉到了谷底。等等，你们不能杀我，我有灵脉，开采好了的灵脉灵晶数量很多，只要你们放过我，全部送给你们。你这人倒是好笑，你死了，那些灵晶不还是我们的？师姐，动手吧，师父还在等我们。与此同时，瞎毛拿着玉佩正在询问周薇。这东西是你给你表弟周阳的，告诉我你从何处寻来？是从一个叫唐英若的女子那得来的。听到英若这个名字，瞎毛瞬间失去了冷静。如若唐英若受到了伤害，瞎毛都不知道以后如何面对她。便是她了，她在哪？我当日在空桑山外的一个洗仙池，偶然见到她飞升上来，看她生得好看，便想纳为妾室，但她不从。话说到一半，周薇就察觉到一股森冷的杀意从瞎毛眼中迸发。
大仙放心，我没伤害他，他有那玉佩护体，挡了我2次攻击，但还是被我掳了去。可半道上遇到了另一伙人，对方用一件灵宝换走了唐英若。还好这周薇并未说谎。唐英若也是咱们蓝宗弟子吗？她在我前一日飞升的是你小师妹。那她现在如何？后来去了哪里？换走她的人又是什么人？是个老者，实力未知。他似乎看上了英若的剑道天赋，想要收为徒弟，但那人的身份我不知道。大仙，我知道那人的身份。嘿，还学会抢答了。虾毛搜魂，周薇也能从记忆里翻出来，但那需要耗费的时间就太久了，周薇也大概率扛不到，那时候神魂就要溃散。大仙，我知道那人的身份，他是大前镇国侯宗云山。大前镇国侯什么意思？大前王朝，我曾在大前王朝见过那宗云山，所以当日我也没敢拒绝宗云山的条件。你相信我，我真的没伤害那女子，我发誓。我相信你，但不影响我让你从这个世界消失。再有下辈子，记得离我蓝宗弟子远一点。不远处，谢德阳浑身打颤，大气都不敢出，生怕虾毛心情不好拿他出气。你很怕我？不是，怕也。放心，我不杀你，你暂时还有点用。此时众弟子已来到了虾毛面前。弟子少英，弟子费洛天，弟子黄芳，弟子叶红衣，弟子孙天友，拜见师傅。好。虾毛就像一个老父亲，看着当初的小家伙们如今学有所成，心里很是欣慰。天友，你小子这是当乞丐当上瘾了呀？还是穿得这么破烂？怎么喜欢这个风格？师傅习惯了，你别看我这衣服破，但是不臭，我经常洗的，不信你闻闻。滚蛋！对了，师傅，这些人怎么处理？需要清场吗？师姐，你这是？经你个头，天天就知道杀，这些墙头草可是很好的工具人，我们要剑宗，你都给杀了，谁来干活？小白说的没错，这些工具人可以用，而且很好用，但是金仙以上的就全杀了。说完，虾毛一个闪身，拎着铁剑就出现在高台前。即日起，我蓝宗便在此地开宗立派，剩下的人即日起效忠我蓝宗，若有2心，照杀不误。以后这里便是蓝宗了。师傅，那我的那些魔兵呢？人族有规矩，魔族如果出现在下周，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要不要？在下界我们怎么样，在灵界也一样如此。我不管这狗屁规矩是灵界哪个老东西定的，以后我们蓝宗的规矩就是规矩。是师傅。对了，大前王朝你们知道吗？苍域千万里，有5大势力分别坐镇东南西北，共同管辖。大前王朝便是其中之一。5大势力怎么分的东西南北？那不是还多一个吗？大前王朝管辖东方地界，但后来有一股新势力崛起，开始和大前王朝对抗，便是武神盟。大前王朝办事中规中矩，武神盟则相对霸道。那清玄宗开采灵脉矿石，就是为了获得武神盟的庇护。我们以后需要小心，杀了雷泰，武神盟的人很可能会来找麻烦。那武神盟和大前王朝战力如何？虽然不知道具体战力，但能操控奴役清玄宗，多半有大罗仙以上的高手。大罗仙以上便是仙君了。没错，大前王朝和武神盟分庭抗争这么多年，多半战力相仿。传闻那大前女帝至少也是仙君之境，但女帝素来神秘，寻常人根本接触不到。虾毛大概明白了，现在蓝宗灭了清玄宗，接管了灵脉，和武神盟算是结下梁子，而大前镇国侯带走了唐英若，现在也被虾毛列为了敌对。仙君，这蓝宗才刚刚集结，就一次性得罪了苍域东方地界的2大势力，这要是杀过来，还真不好搞。还是境界不够呀！咦，差点忘了进阶了，我有凤鸣9天丹，可以进阶大罗了。我要进阶大罗，不知道需要多久啊？师傅，你这才飞升多久，就要进阶大罗了？此时，虾毛嘴里的凤鸣9天丹已经化为药力，融入虾毛的经络、血肉、神魂，其中那一缕道运流入虾毛的灵台。各项感官疯狂提升，力量也暴增了无数倍，这就是大罗仙吗？还不算，师傅，你现在是小罗仙啊！小罗仙是什么鬼？意思是金仙和大罗仙之间还有一个大境界？倒也不是，金仙进阶大罗需要2个条件，第一是那一缕天道感悟，凤鸣9天丹里的那一缕道运便是了；第二也是大罗仙的标志，大罗法香。虾毛这才想起来，这些徒弟包括那雷泰，打架的时候背后那威风凛凛，仿佛上古战神一般的通天法相。对，是差了那玩意，那东西怎么得来的？感悟，寻常大罗仙需要以自身神魂游走诸天，沟通各自功法所契合的9天神煞，领悟自己的法相。我操，糟糕了，各项天赋满级，全都是系统签到得来的，领悟这玩意我真不会呀！感悟个屁呀！你师傅我除了吃饭就是睡觉，你叫我怎么感悟？师傅，我知道你很急，但您先别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大罗仙死亡后，大罗法相会融入其尸身，
可以被小罗仙直接提炼吸收。对，雷太不是刚死吗？师傅，他的法相你就可以直接吸收。那魔元法相太丑，一个法相既然干不过一个平底锅，一看就是次品，我可看不上。师傅，那个咋办？这一时半会也找不到好的呀。徒儿们，看看这具尸骨如何？圣脉玉骨，仙皇之境。师傅，这尸骨你从何处得来？这是第5级在异剑阁捡来的。那个要怎么提取法相？以神魂沟通即可，因为骸骨的主人已经死了，所以不会有什么阻碍，感应到法相，直接认主就好。不好，这逼没死透，他是想夺舍。少英师姐，快想想办法呀！这怎么办？我们合力先将那骸骨给抽出来。该死的！不用管我，你们退后。这就和你没关系了。倒是你这老登在上古禁制内被困数万年，神魂早就消磨的千疮百孔，就这还企图夺舍我，想屁吃呢！大罗法相境界却拥有至少仙皇之境才能拥有的圣脉玉骨，这一波赚大了。紧接着9天之上，一道光华倾死下，伴随着一股恐怖的威压，以虾毛为中心拔地而起。好强的威压，这到底是什么？法相的气息，但威能竟如此恐怖，我还从未见过。师傅现在是什么状态？不会是着那骸骨的道吧？徒弟们七嘴八舌中，虾毛的背后一尊神人虚乍现，大罗法相成功融合。这法相是战神刑天。随着4大宗的覆灭，蓝宗也正式开宗立派，虾毛便带着灵宝前往大前王朝寻找自己的小徒弟唐英若。上面都写了啥？小心愿。你上次偷丹药就是为了完成心愿吗？还差30颗。给你随便挑，凑30颗应该问题不大。这些都是给我的吗？你不要嘛，不要那我可就丢掉了。要，谢谢大哥。让开，快让开！这是宗侯府的人，这是怎么了？连皇城建废的规矩都不遵守了。多半是武神盟的人要潜入进来了。你的有令事关武神盟，建废令是算不得数的。还得是郑国侯啊，有问题。第一时间宗侯府的人都出动了。宝儿，你在这里不要乱跑，我去就来。大哥，你还会回来不？废话，我不回来，我上哪？虾毛欲言又止，沉默了几秒。那跟哥一起去，有人偷袭我，你还能垫一垫，反正你无敌，这可比什么法宝铠甲好使得多。宗晴，这里可不是皇城，你还敢追出来50盟的走狗潜入我大前皇城，当诛。皇城内，我们不愿意多生事端，才不理会你们。就凭你们几个垃圾也想拿下我们？守护大前责无旁贷，我来的时候已经通知了宗侯府，切莫以为你们要对付的就只是我。妈的，真是个蠢娘们！你想死，老子现在就成全你。就这几个圣仙也敢追着人家金仙，想啥呢？打得过吗？大哥，那我们帮哪边？这女的看到没？脑子比较简单，愚忠的人最容易拿捏。几位可是武神盟的人？正是，阁下是。那就对了，老子找的就是你们武神盟。像大哥演得太像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有什么深仇大恨。道友，此事与你无关，我们劝你不要插手，免得多生事端。这苍域东方地界历来都是大前执掌，你武神盟横插一脚，行事霸道，我早看你们不顺眼了。此刻宗晴看向虾毛的眼神立刻多了几分欣赏和赞许，虾毛也注意到了宗晴的表情，知道表演的差不多了。既然被我撞见，那你们就别活了。妈的，真麻烦，动手！不好，是大罗仙，快跑！宝儿，事已了，我们走吧。我去，这傻妞怎么还没动静？大仙请留步。姑娘，有什么事吗？小女乃宗侯府宗云山之女宗晴，今日情况危急，若非前辈出手，小女也不知结果如何。难得前辈心系大前，宗晴代宗侯府对您表示感谢。只是说句谢谢。我去，这傻妞不按套路出牌呀！小姐，您没事吧？那武神盟的人呢？死了，被这位前辈所杀。他是大罗仙。阁下位列大罗，不知为哪家办事，此时已是亥时，怎会出现在这皇城郊野？不为哪家办事，我和小妹从金陵城云游而来。原来如此，今日有您出手，帮了我家小姐，不如这样如何？随我们入宗侯府聊聊。久闻镇国侯大名，今日有幸拜会，倒也可以。
好家伙，一个府邸规模赶得上一座城了。刘叔，你去通知我爹。是，小姐。此地老夫布置了结界，你出不去。作为一个飞升者，你应该了解灵界的残酷。若非老夫看你骨骼清奇，你这般态度，老夫早就杀了。若能拜入老夫座下，老夫必倾囊相授。不用了，我有师傅，而且他也飞升了，你困不住我的。侯爷，小姐请你过去。你仔细想想，我给你3日时间，3日后若还不从，就不要怪老夫用强了。这老匹夫果然不对劲，收徒就收徒，如何用强？他果然是另有所图。师傅，徒儿恐怕。爹，这么晚了，你干啥去了？有点小事，这位就是救了你的那位朋友，他叫在下浩南。这七夕是为大罗间没错，这位兄弟不知为哪家办事？不为哪家办事，闲散惯了，喜欢云游山河。这样呀，浩南，多谢你帮了我女儿一把。我还听说你之所以出手，是出于为大前王朝考虑。当然，我早就看那武神盟不顺眼了。既然你对大前王朝有这份心意，不如加入我郑国侯府作为客卿。放心，不会限制你的自由，只是必要时出些力罢了。至于报酬，一定会让你满意的。云游惯了，不过既然侯爷看得起我，倒也不是不可以，容我考虑几天如何？当然可以，不用有心理负担，想好了给我个答复就是。这几日我安排你在府里歇下。那感情好啊，多谢侯爷。我还有其他事要处理。你们继续聊，不用拘泥。查一下这个浩南。我爹都说了，你不用拘泥，只要加入宗侯府，以后就是自己人了。镇国侯声名在外，今日有幸得见，也是我的荣幸。对了，前些日子我听闻侯爷从外面带回来一个女子，可是武神盟的人？确有此事，我爹经常带女子回来，不过并非武神盟的人，而是想要收徒。只可惜那些女子都不愿意拜我爹为师。合着还不止一个，这宗云山怕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收徒癖好吧？后来呢？如果拜师不成，他们去哪里了？不知道，我后来再没见过他们。我爹说将他们送出下州了，可能是眼不见心不烦吧。我靠，这你也信？你爹说啥就是啥。带回来那女子现在何处？怎么，你认识？不认识，只是好奇，能被侯爷看上的天才会有怎样的天赋？无妨，你若感兴趣，我明日一早带你去后院转转，但要进去看是行不通的，我爹设置了结界。我先让人带你去休息，我明日再去找你。同一时间，大前地宫，女帝朱砂洛手里捏着一块玉佩，愣愣的出神。大前周遭3万里，所有的洗仙池都排查过了，并无瞎毛的消息。扩大范围，继续扩大范围，人力还需加大3倍不止。如今武神盟虎视眈眈，我们调用大量兵力去，恐怕……皇上恕罪，我这便安排。如果只是看中了唐英若的天赋，想要收徒，那唐英若的安全暂时是没问题的。但听宗晴那么一说，这宗云山多半不是什么好鸟。系统签到。签到成功，恭喜宿主！本次签到获得暴击，恭喜宿主！获得修为奖励乘10，恭喜宿主！获得先天古宝轩辕剑，恭喜宿主！获得仙法天灵木，恭喜宿主！获得先天古宝阴兵虎符，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子府令乘1。由于本次签到内容较多，本系统就不一一解释了，使用说明书已放置系统空间，请宿主自行查看。这天灵木不错，一眼便能看透事物的本质。先看看宝儿，为啥黎族人会在18岁爆体而亡？怎么回事？宝儿的身体一片虚无，就连5脏6腑都没有，这还是人类吗？算了，还有3年时间再说吧。翌日清晨，走吧，我带你过去后院看看。那就有劳宗小姐了。后院和偏殿是府内禁地，戒备森严，寻常人是不允许接近的。哦，但偏殿不允许接近是为啥？偏殿是我爹修炼的私人场地，连我都不能接近，也无法带你去看，但后院我是能去的。不多时，两人便来到了后院。瞎毛站在门口，大老远就看到一抹倩影被包裹在结界之内。英若，便是这里了，前面有结界，我进不去。那女子，我也并未有机会和她交流。就算是收徒，宗云山如此作为，你不觉得很霸道吗？确实霸道，但我理解我父亲的良苦用心，且他们不答应后会送他们离开下州，所以并无太大的不妥。并无不妥。那女孩叫唐英若，她于不久前飞升，没几日就被你父亲带到这里来。她有师傅，她不答应，就被你爹像犯人一样关了起来。你觉得这样还并无不妥吗？这便是宗云山设置的结界吗？天灵木，给我开！浩南，不可。侯爷说的没错，阁下果然目的不纯。
这一剑过去，便是金仙也要4分5裂。她只是一个金丹境界的黄毛丫头，却硬生生扛住了，而且还没受到任何的伤害。难道我这大罗仙境界是假的？大哥，我这一招咋样？一般，世界第3。装神弄鬼，你我2人合力绕开这丫头，先杀浩南。法相咱也有。这气息是法相刑天。师傅，徒儿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走，先离开这里再说。完了，宗云山的苗子被劫走了，施遁术应该跑不远，我们追个屁，都不知道跑去了哪边，怎么追？参见王上，方才那刑天法相是什么人？人现在在哪？好了，用了某种遁术，我们没能拦得住。好了，把我的人也带走了吗？这气息，王上，你有何发现？这气息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故人？王上认识此人？不认识，这人是大罗，应该不是他。这人为什么在你宗侯府，还带走了你宗侯府的人？回王上，他是我在城外偶然遇到的，我带人追击50盟的人，正要动手。宗秦将事情经过原本的说了一遍，同时包括今日发生的事情。如你所说，那人登云大罗，还拥有刑天法相，怎可能是孤家寡人？还有宗云山，你那点东西到现在都没改，你抓了那么些女子，当真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如今武神盟虎视眈眈，已经还有心思搞那些，你好自为之。还是大意了，没想到一个大罗仙竟能在我眼皮子底下把人劫走，找这么个奴婢不容易，早知道就强上了。爹，要派人找他吗？不找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从未对你提及过我在下界的事情吧？一道黑色身影缓缓浮现，他静静地站在女帝身边，也不言语。女帝似乎已经习惯了，自顾自地说道：下界的时候，我从未对修行提起过兴趣。那时的我还是雪姬王朝的长公主，平静的生活在我8岁那年就破灭了。我亲眼见到父皇母后惨死，亲眼看着王朝覆灭，无数人流离失所，皇室成员被一个个残忍地砍下头颅。只有经历过噩梦，人才会成长。但我修炼不为光复血迹，不为报仇，只想好好活着。是他带走了濒死的我，他……女帝欲言又止，似乎有数不尽的话要说。这王朝便是为他而建，盼着他飞升灵界，坐享其成。他要什么我都给他，法宝、丹药、神通，大钱数万年的基业都送给他。身边的女子平静的眼神微微一晃，但依旧没有开口。女帝的语气则坚定了下来。我会找到他的，武神盟的心思我清楚，大钱疆土绝不相让。大哥，你这地怎么遁到河里去了？师傅，小妹妹你好，我叫唐英若。他是黎族人，你碰不得。知道唐英若还没明白，便随口解释了一下。师傅，我们现在去哪？哪也不去，就在这待着，等几天进阶仙君后，就回大前收拾那宗云山。大丈夫有仇必报。今天是第7天了，现在已经是大罗9重天巅峰，估计也快晋升仙君了。师傅，处理完宗侯府，我们就回蓝宗吗？处理完宗侯府，我送你回蓝宗，我还要去中州。这么快就要走吗？师傅，你实力境界提升那么快，不等境界足够高之后再走吗？没必要等，至于蓝宗不会一直在下周的，你到时候就知道了。下一刻，虾毛诧异地看了看自己的身体。师傅，怎么了？好像。师傅，你这是怎么了？我也不知道，好像是要进阶了，我无法控制我的法相了。这是什么情况？身体完全动不了。这个时候，要是大前女帝和宗云山那几个仙君杀过来，那就完了。就在虾毛正担心时，另一群人已经注意到他。有人在那里进阶仙君，陈统领会不会是大前的人？大前有资格进阶仙君的人，女帝绝不允许对方跑到这荒郊来进阶，但也绝不可能是我们武神盟的人。过去看看是敌是友，如果是敌人，必将其扼杀。虾毛还在尝试重新控制自己身体时，另一群人已经来到他面前。果然不是我们武神盟的人，没有侍卫，没有阵法防护，就这么直白的进阶，阁下还真是心大。虾毛心头一震，他强自镇定地说道：知道我在进阶，你们还敢过来，不怕老子杀了你们吗？进阶仙君起码需要1个时辰左右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你什么都做不了，你还指望这个吓唬我们？
既然不是我们武神盟的人，杀了便是。这个节骨眼上拉拢不成，可不要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哟，那女的姿色不错，正好让我去火。我喜欢那小的，那小丫头归我。找死！小丫头，最好乖乖的等着我，一会儿。不对劲，我的丹田，该死的，这丫头对我下毒了。黎族人，这丫头是黎族人，不要管那丫头，先动手杀人。黎族人是杀不死的。快动手杀了他！哼！璎珞，快走！虾毛他不担心灵宝，但是担心璎珞。在大罗仙面前，唐璎珞和蚂蚁没什么区别。就在这时，一尊扛着大刀法相乍现而出，下一刻就将面前这坚定的黑袍人的女人削了下来。陈统领，你怎么？咋回事？怎么他们自己开始杀自己人了？师傅，好久不见，看你吃瘪的样子太爽了。我靠，是你小子死媒婆！哎呀，可太久没被师傅您这么喊过了，舒坦呐。这二位都是师妹吗？大的漂亮，小的可爱，师傅还是那么会挑人啊。璎珞是我最小的徒弟，小的叫林宝儿，可不是我徒弟，他是灵界坟土人，黎族人。差点忘了这茬儿，倒是师傅你才飞升10天，这就进阶仙君了，不愧是你啊！就是你怎么会在这荒郊野外进阶？太危险了。没经验，鬼知道进阶仙君竟然不能动弹啊！您这进阶差不多也半个多时辰了，快了。你现在是武神盟的人？对，武神盟6大统领，我是其一。那你小子混得还可以啊！下一刻，虾毛的刑天法相忽然人身一震，随后消散收回，虾毛的身体也恢复了行动能力。成了，师傅成了，你这刑天法相极品呀！一般。对了，媒婆。师傅，再怎么说我现在也是仙君了，就不要叫我媒婆了，被别人听到了多没面子。好的，媒婆。你把璎珞送去玉龙谷，蓝宗子府就在那里。师傅，那你呢？我去找宗云山，那王八羔子抓了我蓝宗的人，岂能就这么算了？师傅，你要杀宗云山？咋地？你朋友啊？那倒不是，那宗云山就是我这次进大前皇城要接触的那间，还有一个杜秀生，这二人已经被策反了，到时候会配合武神盟里应外合，拿下大前。这么说，大前4方侯中2个都被策反了，加上你潜入皇城，到时候里应外合，大前不就直接废了？计划是这样的，但大前女帝素来神秘，虽然也是仙君，但实力很强，且传闻她还隐藏了高手在身边，不容易对付。那些咱不管，先杀宗云山再说，让两家打去，到时候看情况能不能坐收渔翁之利。对了，去之前先签个到，看看系统能不能报点好东西。系统签到。恭喜宿主，本次签到获得暴击，恭喜宿主获得修为奖励乘10，恭喜宿主获得阵法九曲黄河阵，恭喜宿主获得仙法九斩归一。九曲黄河阵，失仙之神，消仙之魄，现仙之形，损仙之气，葬神仙之原本，损神仙之肢体，神仙入此而成凡，凡人入此而极绝。九转归一，天地之质数，始于一，终于9，可将自身法相完整复刻9尊，以供驱使。9尊刑天，一个仙法，一个阵法，那不是无敌了？这系统越来越贴心了。师傅，这次武神盟有外援，具体我不是很清楚。如果一面倒，大钱没了，武神盟也不会损失太多，坐收渔翁之利也就是空话了。这么说，大钱毫无胜算了？那倒也不至于，大钱数万年基业，反抗的能力是有的。那大钱女帝历来神秘，没准也还有什么杀手锏没亮出来，结果还未可知。你先送璎珞回蓝宗，我和宝儿去搞死那宗云山，之后的事我来安排部署。师傅，你要在这里看戏？坐山观虎斗，好戏为啥不看？而且我可不单单是看，你先送璎珞回蓝宗吧。此时的虾毛并非只是为了看戏，等双方火拼，用9曲黄河阵跟阴兵虎符，以最快的速度肃清皇城内外，接管大前王朝。蓝宗取而代之，执掌东方地界。不多时，陈大山带着唐璎珞去往蒙宗，虾毛则带着林宝娥重新往大前皇城而去。大胆敢闯！浩南，你还敢回来？你怎么进来的？杀了那些守卫，不就进来了？很难吗？你爹的！在偏殿禁地，你区大罗仙，还敢回来宗侯府，想找死吗？虾毛毫不理会，前往偏殿方向走去。这时，本位在职的几个大罗仙第一时间闪掠而来。他就是劫走我爹女徒弟的人，杀了他！今日挡我者死！
几天不见，这家伙的实力这么恐怖了，一剑就秒杀了几个大罗仙。站住！见虾毛没有理会，宗晴便追了过去。我爹不在，你改日再来吧。禁止！你就不好奇你父亲在这里干什么吗？密室内，一根根铁链则连接一名名女子，她们个个面容枯槁，身材消瘦，有的已经死了，骸骨正在腐烂。此时宗云山双目赤红，正在行不可描述之事，忽然察觉到什么一般，宗云山动作戛然而止，双目恢复神智。混账！谁让你们进来的？爹，你在干嘛？行了，你怎么下来了？不是说过不让你？你这老匹夫，没想到还是个变态，如此我也算是为民除害了。哼，区区大罗，找死！你怎么可能？一个大罗怎么能接下我仙君一击？上路吧！让开！我爹虽然不堪，但你杀了他，我要报仇。滚蛋！你不让我就杀了你！我不会让的，有种你就。我是修炼10万年才飞升的蓝宗老祖，而我飞升之后得知小徒弟唐英若被大前镇国侯所抓，于是我就单枪匹马杀进大前王朝，灭了镇国侯满门。消息已经传出，瞬间炸响了大前地宫，4方侯之一的镇国侯被杀，其余3人胆战心惊，齐聚地宫。皇上，此事不能就这么算，一定是武神盟所为。武神盟胆子越来越大了，竟敢潜入皇城杀我大前镇国侯。武神盟不是说10天后才动手吗？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杀了宗云山？已经在查了，但对方既然是仙君，杀了之后并未恋战，而是直接逃走了，想找到对方几乎不可能。一定要预防武神盟。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武神盟不太正常。即日起，大前皇城护城大阵开启，内外大军巡守增强3倍，皇城周边千里，设前哨营严密布控。次日，九龙山武神盟，镇国侯宗云山死了，派去和宗云山接应的陈大山不知所踪，这并非是我武神盟所为。你的意思是有别的势力在插手？如果这样的话，攻占大前的计划要不要取消？计划照旧，有苍玉北界黄泉府助阵，加上你们敌荒妖族，死战必胜。倒也是，这万阿塔内，我准备了100万妖族大军，可不比黄泉府那些臭虫弱，定助你拿下大前。同一时间，皇城之外，这9区黄河镇果然繁杂，但还好时间充足，明天就差不多布置完成了，系统签到。恭喜宿主，本次签到获得暴击。恭喜宿主获得修为奖励乘10。恭喜宿主获得先天古宝猎妖壶。猎妖壶又称九灵壶，壶中自成一切，可炼化世间万妖。这炼妖壶虽是个好东西，就是没什么妖出来，让我练手呀。宝儿，哥带你去街上逛逛。大哥，那边有糖葫芦，我想吃。宝儿想吃，哥这就给你买。谢谢大哥。丫头，这糖葫芦转卖给我咋样？我出10倍的价钱。真的吗？真的。哦，不给。哇，好可爱的黎族妹妹。这小女孩她竟然能一眼看出宝儿是黎族人，可她明明一点修为都没有，是个普通人。虾毛诧异的看向小女孩，紧接着又看了看眼前小女孩身边的老者。我尼玛，这老头是先皇之境，先皇8重天，差2重天就他娘的先帝了。下周还有这号人物。黎族妹妹，我叫依依，夏依依，你呢？我叫林宝娥。哦，这糖葫芦你想要，那给你。林宝娥紧张的看了看对方，为什么对方能一眼认出她的身份？再抬头看看身边的虾毛，最后还是摇了摇头。回头去别的地方买吧，我们走。此时的虾毛心里也是慌的一批，对方是先皇，要是对方想找麻烦，他一个仙君只能跪下唱征普。他就是虾毛，没想到这老六实力提升的这么快，飞升才不过10几天吧。仙君3重天，飞升10几天，从真仙境界提升到仙君3重天，这简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小主子，既然已经找到虾毛，我们即刻回中州复命吧。难得出来一趟，眼下正有好戏上场，看看再说。大哥，刚才那夏依依，他怎么知道我是黎族人？鬼知道，以后离那种奇奇怪怪的人远一些。入夜，大前地宫中，女帝心绪不宁，4方侯其余3个都已经被召集过来了。
今日起，皇城内外的巡守加强，大前周边所有的前哨站加派人手，大前大军整顿待发，随时听我号令。王上是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吗？我这就安排人手，加强护城大阵的运转和维系。王上请放心。护城大阵你们就不要管了，我会派人接手的。杜秀生心头一震，他原本计划明天里应外合直接破坏护城大阵，结果女帝不让他接手了。王上这是何意？如今正是关键时刻，形势紧急，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如果我的人撤出，仅凭王上的人，难免。你说的形势紧急指的是什么？关键时刻又是如何关键？王上恕罪，那武神盟最近蛰伏不动，可能真的有什么计谋也说不定，所以才会担心。按照我的部署去做便是，退下吧。与此同时，九龙山武神盟娄君言已经集结浩浩荡荡的大军，准备前往大前王朝。所有人听着，今晚随本宗主夜袭大前王朝。大前王朝地宫内，王上，大事不妙，武神盟果然动手了。前哨站遭遇武神盟突袭，损失惨重，我这便去往前哨站阻击武神盟。不用，武神盟深夜突袭，不会是小打小闹，他们是想今天拿下大前，召集你所有部下，回退皇城，固守大前。武神盟憋了这么久，总算是要和我们彻底撕破脸了，我们不能不管。我建议出城迎战，不能落了我们大前的名头。杜秀生，你不是愚钝之人，但你这几日的表现是不是太过于异常了？皇上勿怪，我也只是着急，毕竟不能坐等武神盟来犯，总要做点什么。有护城大阵在，大军退守皇城，武神盟一时半会儿也打不进来，但你却建议出城迎战，这不是去送死吗？是我冲动了，但这样待着也不是办法，不如我带人去加固护城大阵，预防出现问题。杜秀生，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昨天也是如此，想要接管护城大阵，怕不是心里有鬼吧？胡说，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杜秀生对大前忠心耿耿，你们怎可以如此污蔑于我？傅正龙还打算说些什么，但女帝抬手制止了他，他依旧眼神淡漠地看着杜秀生，半晌后才缓缓叹了口气。杜秀生，当初你是如何当上中平侯的，还记得吗？早些年你还是大罗仙，被人追杀，你的命是我捡回来的。大前能有今日，你也出了不少力，功劳苦劳我都看在眼里。你和武神盟的勾当，我一清二楚。说实话，我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对付武神盟，我输得起，但我不希望有大前臣子背刺于我，不愿意搭理你，只是想给你一个机会，但可惜了。此时廖文山和傅正龙一脸震惊，没想到杜秀生已经倒戈了，更没想到女帝什么都知道。皇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不能怪我。想跑？仙君的气息，好戏就要上场了吗？来了，今日是仙人之战，傅正龙、廖文山，你二人协同满朝文武镇守皇城，切记不要出城迎战。王上，只是守城的话，总有被迫阵的时候，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守着便是。是，王上。总算是来得及时。娄君言，你可没和我说，你还有敌荒妖族的帮手。李玉峰，你也没告诉我，就你一个人过来。别慌，虽然我一个人过来，但我可是把黄泉府的至宝带来了。六臂天狮王，没想到这老壁灯还真舍得，镇府之宝都拿来了。既如此，那就动手吧。大前护城大阵有意思，护城大阵又如何？不过是瓮中之鳖，他们能躲多久？这护城大阵，只怕是连我黄泉府的六臂天狮王也挡不住。娄君言，苍玉东方地界，历来都是我大前王朝执掌，大前没找你们算账，你们反而侵犯而来，真是恬不知耻。胜者亡，败者寇，千百年来不就是如此吗？大前坐镇东方地界这么久，是时候让位置了。倒是你们，如此紧要关头，怎么不见你们大前女帝？该不会是跑了吧？你妈的，杀都杀过来了，就直接打呗，怎么废话一大堆？二位位列仙君，修行不易，女帝不在，我娄君言可以给你们一个机会，打开护城大阵，投靠我武神盟。届时大前还是大前，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我们共同经营武神盟，制霸东界，岂不爽快？想让我们二人投靠你武神盟，你在想屁吃吗？大前绝不想让。此时廖文山眼神微微闪烁，似乎在犹豫，而娄君言似乎一眼就看穿了廖文山，接着道：你们也看得出，我武神盟这次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这位你们应该认识，北界皇权府府主李玉峰，另一位则是敌荒妖族蓝芷。东界这么多年混战，是时候统一了。我认为武神盟来坐镇东界最合适不过。这是我黄泉府的六臂天狮王，足以对付你二人。大前今日必败，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你们珍惜。无需多言，我傅正龙大前同生共死，你要战那便战。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还执迷不悟，那就不要怪我了。
等等，我愿意归顺武神盟。廖文山，你这个狗贼！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陆秀生说的没错，我苦修数万年，不该死在这里。大如法相，不错不错。下一刻，廖文山顿时心头一紧，一道黑色魅影疾驰而来。不好，武神盟护我！快破阵！这女子有些诡异，好不容易招到一个仙君，可别让她死在里面了。这女子是谁？实力如此恐怖，廖文山在她面前坚持不了10息。这姐姐是谁？看上去好厉害的样子。不知道，但好像不是人族。不好，李玉峰，动手杀了他！一力破万法。他死了吗？没死，而且毫发无伤。瞎毛的神识可以察觉到女子的气息，但依旧看不透对方的来历。除了黎族人之外，还有什么种族是不死之身？早听说北界黄泉府的6臂天狮王非常恐怖，现在看来果真如此。诸位放心就是，这姑娘虽然诡异，但有我黄泉府来镇压，难成气候。女帝不在，大钱如今就只剩下一个傅正龙，只要杀了傅正龙，大钱就是囊中之物。可忽然，黑色身影再次拔地而起，脸上依旧没有表情，只是淡淡的看向那6臂天狮王，接着毫不犹豫的就冲了上去。不好，这女子有古怪，杀不死，先动手杀了傅正龙，拿下大钱再说，我来拖住他。动手，随我杀了傅正龙，苍玉东界再无大钱，城内所有人全杀。我傅正龙今天就要死在这了吗？这死的也太窝囊了。关键时刻，一股热浪忽然从地宫爆发，大火烧红了半边天，暗红色的火焰翻腾，热浪滚滚来。女帝来了，这气息好强。血浸染万仙花光中，生父洛洛。王上小心，那是北界黄泉府的6臂天狮王，还有敌荒妖族的妖皇。娄君言，你和北界联合，我无话可说，但下周有令，敌荒妖族不得深入下周，你连规矩都忘了吗？你难道不知数万年前夏州青帝携帝令消失，规矩也早已名存实亡？你思想这般迂腐，难怪守不住大钱。仙君6重天，但这气息似乎是动用了某种爆发潜力的手段，会一定程度损害修行根基，不到万不得已，没人会爆发潜能。早听说大钱女帝的结火红莲可焚烧万物，今日我等倒要领教领教，动手杀了女帝。赶上我黄泉府天狮王，找死！女帝爆发果然可怕，竟能破开6臂天狮王的极致防御。没想到这6臂天狮王的身体强度如此恐怖，刚才那一剑，同等级的仙君就算不死，也要元气大伤。今日大钱怕是真的守不住了吗？就在这时，刚冲到女帝面前的6臂天狮王，突然被一股血的力量震。这个时候了，还有人帮助大钱。下一秒，一道身影踏空而来。女帝看着这忽然冒出来的家伙，等她看清楚来人长相时，整个人如遭雷击。师父，10万年了，我终于
我知你一生要强，但这种时刻区区一座城罢了，何必苦苦支撑？我教你的，你可全都忘到脚后跟去了。朱砂洛到现在还是有些晕乎乎，万念俱灰。眼看着自己亲手打造的大前王朝要付之一炬的时候，他心心念念的那个人就这样出现在他面前，一切仿佛都是梦。无节制的爆发有损根基，歇着吧，这里为师来处理。女帝此刻再无皇者威严，仿若一个小女孩，而虾毛更像是一个眼看闺女被欺负了的家长。他转身面对武神盟，武神盟不论男女，不论境界高低，不论是不是人，今日一个也走不了。此人是谁？资料中没有，也许和那神秘女子一样，是女帝培养的隐藏高手。我听的那女帝喊来人师傅。不管怎么样，来了就杀。李玉峰，你的6臂天狮王打头阵，大家一起上，不要耽搁了。杀！师傅小心，那6臂天狮王的强度非常高。无妨，你看着就是。妈的，你们倒是上啊！老子的6臂天狮王胳膊都被斩掉了一只，你们在干什么？这大钱看起来好啃，可忽然就冒出来一个黑衣女子，实力恐怖。这又冒出来一个女帝的师傅，一剑斩断了6臂天狮王的一只胳膊。妈的，拼了！一起上，集中火力，全力一击，将其震杀。战神刑天，该死的！娄君言，你可没说大钱还有这等神人，这还怎么打？阁下究竟是谁？如果当真是女帝的师傅，我们可以好好谈谈。蓝宗瞎毛，你就是蓝宗老祖瞎毛！妈的，这货才飞升10几天，实力就如此恐怖。是我们冒昧了，原来大钱女帝也是蓝宗弟子，误会，都是误会，我们这就撤兵。你聋了吗？我说过，武神盟所有人谁也走不了。今日我便让武神盟从这片天地中消失。你的实力我认可，但你一个人也护不了整个大钱。我等皆是仙君，即便是战，我等也有足够的能力屠城。你这是在威胁我吗？就凭你们这几个小菜鸡！武神盟可不单单只有我们几个人，城外有我武神盟100万将士，还有妖族的100万大军。哦，对，就是这个妖族100万大军，你赶紧召唤出来啊！我尼玛，这货是不是患有10年脑血栓？怎么突然就兴奋起来了？你那武神盟100万将士就算了吧，如果你还有其他手段来屠城，倒是可以试试。随后虾毛拿出阴兵虎符，随手一甩，一道金黑色的空间裂口逐渐扩大，一双金色之手撕开了空间，无数阴兵从裂口蜂拥而出，直奔100万大军。我尼玛，这蓝宗老祖是何种怪物？一回手就是100万阴兵现世，还有9尊刑天法相，我当初怎么就想不开跑来攻打大钱？你武神盟的100万大军已经没了，还有什么手段没？武神盟虽然败了，但你不要得意，我的将士没了，但凭我们也可屠灭这大钱。届时，就算你接管大钱，不过是个光杆司令，大钱名存实亡，你放我等一条狗命，我就不动你大钱皇城了。阁下觉得如何？哦，你不说我都忘了，接管这里的是蓝宗，而不只是我。师傅，这是蓝宗子府，这就是蓝宗。尼玛，这又是什么手段？一个宗门说搬就搬过来了。看清楚了吗？接管东界的是我们蓝宗，不单单只有我。蓝宗弟子拜见师傅。好。少英，蓝芷，怎么你和猫妖一族认识？猫族和狐族是死敌，在敌荒对抗数万年了。是死敌就好，要不然还真有点下不去手。蓝芷，快放出万妖，拖住他们。随后，蓝芷的万妖塔瞬间冒了出来，为妖族化成本体，朝着皇城迅速飞奔而去。妖族大军已到，我等便不再久留了，告辞。想走，走得了吗？妖族大军正在肆虐屠杀百姓，你却无动于衷，好狠的心！狠吗？我可不觉得外人的生死与我何干。下界10万年，虾毛虽然没有丧失情感，但也只对自己的徒弟们在意，反而是朱砂洛看着无数妖族在肆虐厮杀大钱皇城，忍不住委屈道：“师父，倒也是，这大钱毕竟是你万年的基业，也不能被妖族就这么毁了。师父，那我这就带人去处理妖族。不用麻烦，为师来就好。”说完，虾毛祭出炼妖符，
一股恐怖的吸力从虎口爆发，皇城内所有妖族忽然同一时间被炼妖补一补脑，全部吸了进去。百万妖族不过半炷香的时间就这么没了。你才是大头！老祖，我愿意加入蓝宗，当牛做马，还请老祖饶我一条狗命。你这种货色要来何用？不收。我家里面特别的困难，从小我的妈妈就告诉我，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为了自己的梦想才来攻打大钱，我不是有意的。老祖，还请你收下我，当牛做马，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操，这货这么不要脸！我尼玛，我当初真是瞎了眼，跟这种货色来攻打大钱。你太累了，还是早点歇着吧。洛洛，武神盟没了，北界黄泉府的6臂天狮王和府主也没了，其他2界就一并收了。蓝宗从此统一苍域。是，师傅。走，洛洛，去你地宫看看徒弟的万年基业，怎么着也要参观参观。不多时，虾毛与众弟子往地宫而去。可是还没等靠近地宫，虾毛忽然双眼瞳孔骤然一缩，顿住了身形。师傅，我看不透那老者的修为，应该在我之上。那老者是先皇之境。干嘛这个眼神看我？我可不是来打架的，就是来看看戏，还真是好玩。你那刑天法香怎么那么多呀？虾毛沉默了几秒，没有回答夏依依的问题，而是问道：苍域西南2界，你是哪家的？都说了，我不是来打架的，我肯定也不是西南2界的任何一方啦。那你是哪方势力？中州、瑶池。不是夏州势力，你大老远从中州跑来这儿看戏，你脑子是不是瓦特了？都说了只是路过，顺便看戏。你那阴边虎符挺好玩，可不可以给我玩玩？不给。切，小气。对了，我得提醒你一句，如果你要去中州，得抓紧时间。太古铜门将在38天后打开，只有1个时辰，错过了就得再等500年。这下依依怎么知道我要去中州？这太古铜门又是个啥玩意？皇宫大殿内，师傅，如今我们蓝宗接管苍域9州，扰乱苍域秩序，我怕这苍域之主会来找麻烦。苍域之主又是个什么玩意？下周9域各有其主，苍域之主便是9域之首，但他从未在苍域露面。但如今我们扰乱苍域秩序，我怕。那苍域之主是什么境界？先皇。如今我已是仙君9重天，要抓紧进阶到仙皇，万一那苍域之主杀过来就麻烦了。洛洛、大山，你2人都是仙君，可知道进阶仙皇需要什么条件？师傅，我不太清楚，还没接触过仙皇。有听过一些传闻，进阶仙皇要神魂周游太虚，寻觅先天道果，得道果便能进阶仙皇。先天道果，神魂周游太虚，这又是什么鬼？算了，回头再研究吧。同一时间，夏依住处，小主子，这下周境内仙皇被猎杀的差不多了，还剩下一些，来得及吗？来得及，让你查的苍域之主高玄找到了吗？不会是进阶仙帝了吧？那高玄身边可还有几个仙皇，不能浪费了。高玄的境界应该是仙皇没错，不可能达到仙帝，否则瑶池那边会感应到的。那就好，不是仙帝就照杀。不过眼下不知道跑哪去了。传闻苍域4界如果乱了套，苍域之主就会出现，这个节骨眼也快了吧？小主的意思是跟着瞎毛？不着急，先去找其他几个，不然到时候回瑶池没法向姐姐交差了。与此同时，虾毛的神魂进入了另一片天地，这就是太虚空间了，但这里范围也太大了，这先天道果什么猴年马月才能找到？于是虾毛就在太虚空间来回穿梭，始终无法触摸到边界，也未曾发现什么先天道果。忽然发现前方出现了一点光亮，他一个加速就冲了过去。这就是先天道果吗？住手，那是我的先天道果，你干什么？怎么，你中的？那倒不是，但我找寻先天道果很久了。你横刀夺爱，算什么君子？君子有个屁用！这先天道果我也找了好几个时辰了，先到先得。你才找了几个时辰？该死的，我找了500年，500年啊！那只能怪你没有这份机缘造化了，拜拜了您。好好好，我记住你了，你最好不是中州人，否则被我见到，我定要将你千刀万剐。这次还算是比较幸运，这么快就找到了先天道果，顺利进阶仙皇。就在这时，9天之上，2道身影踏空而来。我等待苍域之主坐下，蓝宗瞎毛何在？你好大的狗胆，敢扰乱苍域4界安宁！快滚出来！苍域之主高玄的人还真来了。你们哪个是瞎毛？在下蓝宗瞎毛。持有此令，3日后去往天锤圣地受罚。如若不来，你这蓝宗上下一个不留。3日后我会准时到，但你们来我这装了个逼就想走，想屁吃呢？
原来如此，先皇之境，难怪敢扰乱苍玉四界，能登临先皇之境，倒的确难得。不过眼下这蓝宗宗主显然是小瞧了我们，怎么办？人家不让我们走，那就跟他玩玩再走。我这仙人一指，你若顶得住，我今日可饶你出言不逊。儿，什么鬼？引爆了仙人一指，这女孩竟然没死。果然便是先皇的大神通，也伤不到宝儿。太炫酷了！我去，大哥，再来一次。这蓝宗宗主还真不简单，不能再玩了，你我联手全力一击杀了他，不然吃亏的可能是我们。不好，刚进阶先皇，境界还未巩固，这次真的是玩脱了。师傅。受死吧！大哥，去死吧！你这老六真不让人省心。这女孩是什么人？你我全力一击，她就这么轻易的接下了。此时的虾毛已进入狂暴状态，看到自己的徒弟受到重创，就下意识爆发了潜能。放心，有那老头在，你徒弟们没事。本姑娘今天心情好，就帮帮你吧。师傅看到徒弟们安然无恙，虾毛才恢复了理智。放心吧，师傅没事。大哥，夏依依一个人能打得赢吗？那夏依依是先帝，先皇在先帝的面前，简直和蚂蚁没什么区别。可他看着跟我一般大，怎么可能是先帝？仙人之境，年龄谁也看不出来，一个老头可能才几千岁，一个小孩没准都几万岁了。没想到你们的动作还挺快，在天锤圣地没找到你们，原来是赶来这里了。你刚刚那个牛皮劲呢？姑奶奶，你饶我一条狗命，我愿意赔偿你们。哦，不需要。想跑？我尼玛，这小姑娘是个什么怪物？杀人眼睛也和她长一下，还好跑得快，要不粉丝们就准备吃席了。下一刻，虚空中一只大手出现在他的跟前，只是一个照，粉丝们就开始吃席。飞升不过10几天就进阶仙皇，但实力还是太差了。这个实力去中州可有点危险。仙皇很差吗？那怎么样才不危险？起码先帝吧，10几天能进阶到仙皇，想必进阶先帝也是有办法的，时间还足够，你要好好修炼，快进阶，知道吗？明明是个小丫头，但怎么一副老气横秋的模样？难不成真的和猜测的一样？实际上，她是个几万岁的老奶奶。你一个先帝为什么会出现在下州九域？猎杀先皇，准确的说，下州九域都被清理过了，苍玉是最后一个，那个高玄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如果找到他再杀了，基本就算干净了。虾毛顿时心头一震，整个下州九域的所有仙皇被夏依猎杀的就只剩下2个，虾毛也是其中一个。所以现在就只剩下我和高玄2个仙皇了，杀了高玄之后就剩下我了，你也会杀我吗？切，你是白痴吗？我要杀你，你还能活到现在吗？放心啦，1个月后太古同门见。说完，夏依没再耽搁，一个转身直接消失在原地。
只单一个先帝夏依依，如果今天出手的话，一个小女孩都能覆灭整个蓝宗，必须尽快进阶先帝。距离太古同门打开还有1个月出头，时间上还来得及。当天夜晚，虾毛沉入了修炼状态，直到第2天早上，境界已经提升到了仙皇6重天。仙皇6重天，先帝之下，我无敌了，是时候去天锤圣地找那高玄算账了。日上3竿，虾毛和蓝宗弟子们打了个招呼，便带着灵宝儿去往天锤圣地。这里便是天锤圣地吗？好大的胆子，胆敢闯入！宝儿，紧接着，虾毛抬脚走进大殿，大殿内空荡荡，只有一个人端坐在不远处的蒲团上。仙皇9重天，阁下便是蓝宗老祖虾毛对吧？你的人说让我来受罚，所以我来看看你这仙皇9重天怎么惩罚我。那是我的人会错了意，我叫你来可不是为了和你你死我活，否则我都继续躲着去了。什么意思？这段时间蓝宗的动作很大，在苍域活动，我身为苍域之主，如何能不知道？短短的10几天时间就进阶仙皇，这样的人，我怎么敢与你为敌？拍马屁没用，说正事，不说我直接开打了。高玄被堵得顿时说不出话来，但他联想到自己现在的处境，还是耐着性子说道：“这是下周帝都通天城，当初青帝失踪后，他将自己一份法则力量封存在了通天城，我意外获得此物。”虾毛没有回话，继续看着高玄。但拿到通天城还不够，还需要一把钥匙才能打开此物。进入通天城后，有机会获得其中封存的法则，我可借助此法则登临先帝。哦，那跟我有啥关系？当然有，我需要那把钥匙打开通天城，进阶先帝。想必你也知道，如今下周有人在猎杀先皇，等我登临先帝，就有机会反杀那猎杀先皇的人，也算是救你一命。否则，对方迟早杀到你的头上。你倒是想得美，而且你就怎么肯定那钥匙我能帮忙找到呢？青帝的法相就是战神刑天，战神刑天不是你自己领悟的吧？传闻青帝已死，想必是你意外得到了青帝的遗骸，那把钥匙也就是下周帝令就在你的身上。我尼玛，搁这等着我呢！当初得到这下周帝令，不知道有啥用，随手丢在储物空间了。没想到竟然是打开通天城的钥匙，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啊！这不就送上门了吗？与此同时，大殿门口忽然传来一个戏谑的声音：“他杀了你，不一样可以拿到通天城吗？”你们也是蓝宗弟子，我正在和你们老祖商议，我们应该是朋友而不是敌人。切！我尼玛，感情这货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在下周猎杀先皇的人就是这小丫头啊！你们人族脑袋瓜都不好使，我可不是什么蓝宗弟子，你躲了我那么久，都不知道我的丝毫信息吗？瞬间，高玄的脸色就阴沉到了极点，猛然站了起来，小心地看着夏依，而虾毛则是一愣：“你们人族啥意思？这夏依依不是人族？”别着急，你们可以先打，我是不会插手的，等你们打完了再说。高玄眉头紧皱地看着夏依，有点捉摸不定。曾经让下周无数人闻风丧胆的先帝，竟然是一个小丫头骗子，但他又完全感应不到夏依的境界。我不确定是不是他，但如果是，我们俩今天谁也跑不了，我们联手杀了他，否则谁也没活路。哎，你要杀就杀，要动手就动手，和我可没啥关系啊！你别拉上我。蠢货，你以为我死了你就能跑得了吗？你想多了，你会死，所有的先皇都要死，但虾毛不用死，我不会杀他的。我尼玛，合着这先帝和虾毛还是一路货色。高玄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他念头一动，竟然原地化为一缕青烟消失不见了。你看看，不赶紧动手，让他给跑了吧。我操，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要不是打不过，我高低要给你2个大逼兜。此刻高玄都傻了，眼看着自己都已经遁走了，但一眨眼的功夫重新出现在了原本消失的位置。高玄手腕一翻，一把巨大的锤子法宝出现在手中，直接敲在了夏依的脸上。你死定了！你敢敲我，我姐姐都没有这么敲过我。高玄此时的脸色比哭还难看，仓促间一锤子再次敲了。那个你们继续，我在外面等你们。大哥，这瓜真好吃。你家小姐好强。历来如此，习惯就好。先皇老者看了眼灵宝，黎族的丫头，可惜了，这个年纪估计没剩多久了吧。虾毛脸色瞬间一沉，这件事虾毛是最不愿意回想起来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解决的办法。灵宝反而早就习惯了，冲着老者咧嘴一笑。在下周，黎族人的确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但太古同门打开在即，到时候去了中州就简单一些了。在中州有办法解决黎族人的身体问题。是的，但具体是什么办法，我也说不上来。我和黎族人没什么接触。你啥也不知道，这不还是瞎扯吗？我虽然不知道，但在中州，黎族人的势力很大，加上他们不死体质，
可以算是中州几大超级势力之一了。他们能够克服身体问题，就肯定有什么办法。行，去了中州再说。差点忘了，到了先帝的层面，就可以动用法则之力。法则的存在，黎族人的不死之身就没什么作用了吧？你不会以为黎族人是人族吧？黎族人是无法被法则杀死的，任何意义的东西都无法杀死黎族人。制约他们的不是生死，而是……老者冥思苦想，似乎想要告诉瞎毛的东西很难用言语来解释清楚。恰在此时，夏依依回来。诺，这个给你。你为什么不杀我？不能杀。啥意思？不能杀？瞎毛还想继续问，但夏依依已经不打算继续纠缠下去。猎杀先皇差不多了，你没别的事儿，就去太古同门吧。我还要收拾点东西，到时候见。说完转身就走，连带着瞎毛身边的先皇老者也都消失不见了。瞎毛有些无语，他还有好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呢。先不管了，眼前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宝儿，我们回蓝宗。蓝宗大殿内，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要闭关，我有一些事情需要交代。1个月后我会去中州，中州危险重重，我暂时不想将蓝宗带过去。你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整顿下州，召集其他9域所有的蓝宗弟子。先皇境界的已经被夏依依猎杀干净了，我走之后最高境界就只是仙君，你们的安全基本没事，一切小心。交代完之后，瞎毛就带着灵宝闭关了。飞升灵界10几天，今日登临仙地了。未来的路又会是怎样？这玩意怎么使用呢？大哥，这里就是通天城啊！怎么动不了？糟了，该不会又是夺舍吧？小子，第10集，我的一道残魂让你一板砖拍死了。这次我看你往哪里逃？是吗？这次你就那么有把握？当然，这里有我一道时间法则之力，你是逃不掉的。乖乖的成为我的肉身吧。我尼玛，这板砖还能进阶？拜了您。这就是时间法则之力吗？大哥，看什么？有什么不对劲吗？是有一点点不一样。进阶仙帝了，那肯定气质和之前是大不一样了。仔细说，是哪里不一样了？老了一些。这时，少英他们正好来了。师傅，接下来，咦？少英忽然一愣，诧异的看着瞎毛。你现在的气息返璞归真，不会是进阶仙帝了吧？要不怎么说你们是我徒弟呢？果然是要比宝儿有眼力劲儿的多。没错，为师现在已经登临仙帝了。不愧是你，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但师傅，你绝对是最不要脸的那一个。师傅，那接下来你要去中州了吗？先前和你们说过，太古同门打开之后，我会去往中州，到时候你们就在下周将蓝宗弟子全部召集起来。记住了，速度一定要快，因为我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召唤蓝宗子府过去。知道了，师傅放心，我们立刻开始部署。翌日，瞎毛便带着灵宝离开了蓝宗，前往中州。到了中州，如果能在黎族人手里知道解决你们黎族人特殊体质的问题，也许你就不用死了。我娘说过，黎族人18岁必死，我早就做好准备了。如果能活下来，当然最好；活不下来也没关系。到了中州再说吧。应该就是这里了，但接下来去哪边呢？瞎毛扭头看了看四周，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白色，天空中还在不断的飘洒着鹅毛大雪，但却看不到什么太古同门之类的玩意。应该不至于来错地方吧？大哥，那怎么办？鬼知道，在这附近转转吧，反正时间还来得及。瞎毛正想带着灵宝离开去其他地方看看，就看到不远处一片空间开始扭曲。不多时，一个娇小的身影就从里面出来了，正是夏依。但此时的夏依整个人似乎有些许的虚弱。你来的还挺及时的。你咋了？和人打架了吗？没什么，老毛病了。你已经拿到法则了吗？你身边那位老者呢？怎么没有跟着一起来？见不到了，他死了。那先皇老者死了，怎么可能？难道还有人能在夏依依的面前杀了他的人？下周还有强者。你的想象力还真是丰富，都说了是我自己的老毛病了。先前那老头是我杀的，你忘了我来下州是干嘛的？猎杀先皇哦，一个都不可能浪费。那不是你的人吗？你就这样杀了？当然不是了，瑶池市不存在男性弟子的，那是我在中州随便找的随从。就是这个猎杀先皇，就是为了圣脉玉骨。
我尼玛，这下依依有点可怕，跟了他500年，说杀就杀了，一点感情都没有。你获得的是什么法则？先帝之中法则才是根本，法宝之类的，如果没有达到先天古宝的品级，几乎无法影响战局。虾毛闻言也想要试试自己的法则力量运用起来是什么效果，随手打了个响指，瞬间虾毛仿佛自己的手和周围的空间融为一体，时间也跟着出现变动，夏依瞬间就消失在了眼前。紧接着那一小片空间出现了塌缩，夏依再次从里面跑出来，和之前一模一样，看上去还是有点虚弱的样子。你来的还挺及时的。还别说，这法则还挺好玩的，掌控了时间法则，可以无限回溯，让自己达到某种意义的永生，但眼下可以回溯的时间还太短了。你获得法则了，是什么法则？刚才这段对话其实已经出现过了，还挺好玩。就比如说，你已经在之前告诉过我，你身边的老者被你给杀了。夏依表情忽然一僵，随即眼前大亮。时间法则真的是时间法则吗？3大法则之一啊！我的天呐，真的假的？太好了，真的太好了！这下依依怎么回事？感觉比我还激动。你的法则应该是空间法则吧？同为3大法则之一，没什么可羡慕的。不一样，时间法则比空间法则要恐怖得多。也就用个时间回溯而已，具体怎么比空间法则厉害，还没有什么概念。走吧，咱们去太古同门，没几天了，去那等着。我这次准备充分，不会再死人了。还真是想一出是一出，时间法则的相关话题，刚才看他还挺兴奋的，现在直接又略过了。就是这里了，下周这次要去中州的，就只有我们俩了。就是这里，可啥也没有啊。着什么急，到时候就有了。对了，你刚才说这次不会死人了，啥意思？太古同门还有危险？也不危险，但也算不上安全。境界越低就越是安全，境界越高就不安全了。我来下周的时候带了好多人，但最后只有那个老头活下来了，有点可惜。就在这时，空间出现了一道裂痕，细腻的裂纹仿佛蜘蛛网一般不断的蔓延而出。跟着我，不要触碰这些空间碎片，那是天道规则层面的严密，任何防御都不好使，看着点，避免去胳膊少腿的。这就是空间法则吗？没有夏依依还真不好过。太古同门出现了，什么时候打开？已经打开了啊，诺，前面那道光就是。过了这太古同门的门缝，就是中州了。你不是说很危险吗？怎么？话没说完，虾毛忽然双眼瞳孔骤然一缩，前面的夏依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消失不见了。虾毛往后一看，灵宝已消失了。虾毛强自镇定，神念散发而出，但却什么都感应不到。在这太古同门的门缝里，除了他自己之外，别的任何东西都不存在了。糟了，这是时间长河，我不会是被困在这里了吧？是谁这么大的威风，竟然敢来我？话说到一半，戛然而止，女子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虾毛。13000多年了，那个在下界日日夜夜偷看他洗澡的师傅，就这么出现在他眼前，泪水已经湿透了他的眼眶。与此同时，酒楼的客人们都还在关注着这一幕。大佬都來啦，這小子要完蛋啦！完乜嘢？人哋至少是大羅先，有可能仲係仙君。如果大老板也打不過對方，這不就徹底完犢子了嗎？你这死丫头长本事了，下界的时候可不是这个德行，怎么还干起这种勾当了？阿咪个豆腐，这是什么情况？家人们，谁懂呀？别，师傅，疼，我知道错了。大老板唐国可是蓝宗弟子，喊对方师傅，他岂不就是蓝宗老祖虾毛吗？这青年竟然是蓝宗老祖，我刚才差点就把老祖给送走了。师傅，几万年没见了，一见面就揪我耳朵，我多没面子。要啥面子？为师这是在教育你。师傅，这里人多，我们上去说。房间里，糖果大概和虾毛说了一下这些年的遭遇。原本心地善良的姑娘，因为灵界残酷的规则，让糖果的性格也逐渐发生了改变。师傅，我知道错了，你别生气。知道错就好，下次记住了，看准了人再下手，杀人越货讲究一个稳，你们这样太冒险了。师傅，你不是不赞成开黑店吗？什么黑店？其他人开的叫黑店，我徒弟开的那能叫黑店吗？对了，最近的地宫宝物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传闻是蓝宗仙子留下来的，明天早上大部队就会前往，到时候我们可以跟着去。无所谓，我们自己去就可以了，区一个地宫而已。可是师傅，不跟着大部队会很危险，除非能够达到先皇之境，才能稳妥一些。哦，那就没问题了。唐国猛然一愣，诧异的看着虾毛，飞升短短1个多月，能进阶到仙君已经很恐怖了，难不成还能进阶到仙皇？啥意思？师傅，你达到仙皇境界了？倒也不是，已经是仙帝了。师傅，你该不会是让哪个老逼灯给夺手了吧？你这丫头一天到晚想啥呢？既然如此，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师傅，那明日我们就出发前往地宫。次日，
虾毛便带着徒弟们来到了地宫入口，附近还有不少人。看到虾毛几人出现，立刻就有人迎接了上来。几位要不要组队一起进去？得到宝物之后咱们平分，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不需要。兄弟不是本地的吧？你可知道这地宫有多危险？如若不组队，你们这几个人下场估计只有死在里面了。那与你无关，滚蛋！妈的，缺脸不要脸，小子，就凭你们这几个也想入地宫，怕是想多了。今天必须跟我们一起。这太古同门太诡异了，明明就在眼前，但无论怎么走都走不出去，是不是受到某种规则的限制？不管了，先想办法走出去。虾毛走走停停，尝试了各种办法都没有任何进展。就这样1天、2天、1年、2年、10年，具体走了多远多长时间，虾毛也记不清楚了。到了后来，虾毛就连模糊的时间感觉都没有了，整个人都麻木了。直到某一天，他忽然想到了什么。大哥，你刚才去哪了？虾毛嘴角微微上扬，看了看灵宝就站在他身边，而夏依依则在不远处，身上密密麻麻都是伤口。宝儿，我们分开多久了？没多久，门缝里的时候，我发现你不见了，大概半炷香的时间。果然，那太古同门理念会根据每个人的能力来将人带入一种特殊的意境当中。如果感悟不够，终生都要被困在太古同门之中。夏依依强大如此，也在里面受了伤，显然是经历了空间法则的洗礼。熟悉的感觉真好啊！500年没回来，姐姐必然想我呢。虾毛，你有没有兴趣去我们瑶池坐坐？没兴趣，我还要找人。哦，那随你便好了，反正你终究会来瑶池的。这里就是中州了。这里是中州龙门荒漠，中州则分为33重天，中州的核心便是最高天。大势力基本都聚集在最高天了吧？可以这么说。按照古海的说法，秦武瑶已经坐镇一方势力了，而且势力不小。既然如此，大有可能就在最高天。那我走了。宝儿，走，哥带你去吃东西。不多时，虾毛和灵宝找了个酒馆坐下，点了些吃的。二位不是本地人？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二位来这里想必也是为了那地宫宝物吧？不是，这龙门荒漠平日里见不到几个人，根本就没人来，也是最近传出了地宫的消息，才越来越多人赶了过来。二位不为那地宫宝物，难不成是来这里游山玩水的？这里也没什么山水可玩。真不是，我对宝物没兴趣。当真？你大概还不知道，那宝物可是蓝宗一位仙子留下来的。蓝宗知道不？前段时间那蓝宗老祖飞升灵界，那消息在中州可是引起了不小的动荡。虾毛听到这里，眼前豁然一亮，诧异的道：蓝宗弟子？那仙子叫什么？那咱就不知道了，只知道那仙子在数万年前从青州通过太古同门来到中州，之后便开始着手建立地宫，具体细节咱也不知道。你当真没有兴趣？刚才没有，现在有了。那正好，我这里有去往地宫的地图，就在龙门荒漠，现在便宜卖给你一份，只要3个灵玉。地图给我。兄弟，你这么爽快，我要劝你一句。劝我什么？那地宫死亡率极高，差不多10个人进去了，只有1个人能够活着出来。二位千万不能莽撞自己前去，我建议你们明早跟随着大部队去。汉堡这玩意还有大部队？是有人组织的，人多力量大，都是为了进去地宫而已。明日一早大部队就出发，你们到时候跟着就行了。那明日一早跟着大部队去，就不需要地图了呀？都是为了糊口，我这地图也不是完全没用。明明可以跟着大部队就去了，为啥要买地图？而且3个灵玉可不是小数目了。见他爽快，就多提醒了几句，没想到把自己给绕进去了。别慌，我有钱，3个灵玉而已，你收着就是。还是兄弟你敞亮啊！既然这么有钱，借点钱给我花花如何？兄弟，你赶紧走！刚来中州就碰到这种不长眼的蚂蚁。七爷误会了，这兄弟爱吹牛，您别往心里去。这样，七爷，我刚才赚了点钱，孝敬给您。许三儿，你他妈当我是傻子？一份破地图你卖了3个灵玉，这兄弟出手阔绰，眼睛都不眨一下，你就指望2颗灵玉打发你七爷我？七爷您高抬贵手，我手头还有点灵玉，我都孝敬给您。这兄弟初来乍到，不是本地的，您就当他是个屁放了就行了。滚开！兄弟对不住了，我也没办法，财不露白，你怎么这点经验都没有？这时2楼的楼梯口，一名风姿绰约的女子走下来。七爷，您这是怎么了？今天的饭菜不合胃口吗？倒也不是，就是手头最近有点紧，想向这位兄弟借点钱花花。你这里的规矩我懂，我不在你这里闹事。小子，跟我出来！你死在哪里都一样，还要挑地方啊！
你小子脾气倒是硬，你们这些阔少，养尊处优没在灵界吃过亏。你跟我出来，七爷我让你看看是谁给谁挑地方。老板娘眉头微皱，正打算阻止，可下一秒，七爷的脑袋毫无征兆的整整的掉了下来，鲜血四溅。大仙，这都是七爷的主意，和我毫无关系啊！求大仙饶我一命，我上有老下有小，可都等着我回去呢，我不能死在这里。此人能无声无息秒杀七爷，修为必然在大罗仙之上。客官，我这酒楼小门小户的，可经不起您这样折腾啊！这样如何？今天的酒菜钱就全免了，您大人大量，就饶了他们吧。哦，老板娘是打算和他们一起，还是要改主意？客官如此作为也没有什么问题，毕竟弱肉强食，他们跟着七爷作威作福，也该吃亏了。说完，老板娘将一壶酒放在了虾毛的桌子上，随即凑到了虾毛的面前。实在是不好意思打扰了客官的雅兴，这壶酒是我们这里上好的，今天的酒菜全免了，我们还会有额外的补偿，客官想要什么补偿都可以。恕我直言，你这种姿色就不要在我面前卖弄了，我随便一个徒弟都比你大。还有我这人不喝酒。我不是那个意思，客官误会了，这酒既然你不喝，我便拿去给其他客人吧。等等，还真是龙门客栈，你这毒即便是大罗仙喝了，也要任你宰割，最毒妇人心。老板娘，我和你可是无冤无仇。客官这说的什么话？我这酒没什么问题，那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吗？你这酒楼一共4层，2层有3个金仙，3层有2个大罗仙的尸体，被你们拔干净，丢在了酒楼里面的焚尸炉里。这酒楼可是请了高人布置了结界，即便是大罗仙也无法穿透查看其他楼层的情况。眼前这人既然可以穿透结界禁制，难道他是仙君？你想怎么样？还能怎么样？当然是一锅端了。此时的老板娘已经绝望，能达到仙君境界的大佬早就没有了对生命的敬畏，更别说还是妄图害他的人。但他并没有求饶。唉，罢了，随你吧。但我丑话说在前头，我这酒楼可是蓝宗下属产业，酒楼的大老板就是蓝宗弟子。如今的蓝宗弟子，你应该知道，你即便是仙君也惹不起。你们大老板是谁？怎么怕了？没什么好怕的，应该害怕的是你们酒楼的大老板才对。那你还真是自大，我们大老板可不是七爷那种小瘪三。这和自大没关系，这样你带我去见你们大老板，到时候再说。老板娘闻言沉默了几秒道：那你等着。酒楼出问题了吗？随后老板娘一五一十的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这样说的话，对方很有可能是仙君。很有可能，他的意念可以穿透禁制，查看到酒楼上面的情况，对方的实力也很强，要不然我们逃吧。仙君怕什么？他是仙君，我也是仙君，孰强孰弱还不一定呢。在这块地界，一个外来者敢和我叫板，那他是活腻了。走，带我过去看看。师傅，几个小卡拉米，我来收拾他们就行了。师傅还是你上吧，我状态不好，先撤退了。你这丫头，为师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猥琐发育，猥琐发育，你是一句也没听进去呀。说完，一尊通天彻地的法相出现在虾毛身后。原来是大罗仙，好家伙！就算是大罗仙，也不至于那么狂嘛。我们今天带队的老大可是仙皇。紧接着，一尊、2尊、9尊法相同时出现在虾毛身后。我没看错吧？9尊法相，9尊一模一样的法相，这龙门荒漠怎么会有这种妖孽？小子，你搁这耍杂技呢？你区区一个大罗仙，法相再多，在仙皇面前也如蝼蚁一般。虾毛没有继续废话，念头一动，仙人领域扩张而出，周围的人瞬间失去了行动能力，而修为较弱的就当场领河汉。你是先帝？你话太多了，该上路了。随后，9尊刑天法相一拥而上，只是一个眨眼，粉丝们就开始吃血了。记得一定要随份子。玩的差不多了，我们走吧。哪个方向？师傅，这边去32重天，需要去天界境。就这样，虾毛经过了9981天才来到了目的地，看上去是一个岛屿，岛屿的四周是海，一望无际。这32重天和33重天中间距离这么远吗？不是，那是无尽之海，要去32重天，需要从天界境而过。这个岛就是天阙境了吧？不是，这是鲲鹏岛，只是天阙境的入口而已。鲲鹏岛的面积不大，但是上面的人却不少。就在这时，忽然一名身穿黑衣的仙皇急匆匆的从远处而来，落在鲲鹏岛，冲虾毛这边跑了过来，后面还有一群人在追杀他。滚开！妈的，聋了吗？快给老子滚开！我尼玛，这还能惯着你？
此时，后面追着的那群人也来到了跟前，带头的是一名女子，诧异的看着虾毛。在这鲲鹏岛，竟然还有人愿意仗义出手，多谢仙友帮忙。不用谢我，他不骂人，我也不会杀他。咦，奇怪，这女子看起来有点眼熟呢。废话少说，把他们几个绑起来带进去，到时候用得到。明日一早那帮蠢货也要来了，我们到时候喝汤都来不及了。掌门师尊所言极是，这几个人正好能打个头阵，此番我们准备充足，定然可以拿下这地宫里面的宝物。快，来人绑了这几人，墨迹啥呢？仙君三重天，难怪敢这么嚣张。师傅，我们……小子，你干什么？现在想求饶已经晚了，宝物是没你们的份儿了，乖乖认命吧。掌门师尊，这姑娘姿色不错，那妇人也风韵犹存，要不把她们带回去慢慢玩？不错。不好，此人实力深不可测，得赶紧跑。这位此算是劈着铁板呢，一拳轰爆了仙君的脑袋，此人的定见是玄黄，不应该是仙帝。虐杀，人家可是仙君啊，就被3下5除2的虐杀了，这就是仙帝的实力吗？傻愣着干什么？走，我们进去，我倒要看看这地宫是哪个小家伙搞出来的。虾毛几人走进了地宫，前面并不是什么山洞，而是一条宽阔的大道，地上则是满地尸骨，越往前走尸骨就越多。师傅，这里有些不对劲，我们要小心。原来如此，这里的确禁制变得多了起来，而且似乎就是专门为了阻挡有人接近地宫而设立的。走吧，紧跟着我，不要乱跑。虾毛神念而出，他攻着面前的禁制，在其他人看来凶险无比的地宫，在虾毛的面前却仿佛一条宽敞的通天大道，一路走过，没有丝毫的阻碍。不多时，虾毛几人就来到了地宫真正的入口。入口的2尊雕像突然轰隆隆的震颤起来。师傅，这是什么声音？好可怕呀！这2个妖兽都是仙皇，能让2个仙皇级别的妖兽在这里镇守大门，那这地宫的主人岂不是有完全碾压仙皇的实力？这地宫的主人是谁？哦，是吗？这就完了，师傅，那2只妖兽死了？没死还有用，我给他们打上神魂烙印，签订主仆契约。说完，虾毛就把2只妖兽从炼妖符放下，2只妖兽也幻化成了人形。主人，还别说，这女妖兽长得还挺哇塞的。我尼玛，这是什么神仙手段？家人们，谁懂呀？你们在这里多久了？大概7万年了。谁让你们在这里的？是圣女让我们镇守地宫，等待一个人出现。啥意思？等谁？一个叫虾毛的男子。那不就是我吗？主人，难不成你？没错，我就是虾毛。所以你们所说的圣女是谁？她是什么境界？圣女名叫秦舞瑶，7万年前就是仙帝了。秦舞瑶飞升9万多年，只用了2万多年就仙帝了，这比开挂还厉害。我在下界签到10万年，才有了如今的修为。他让你们等我来做什么？让我们等到您之后，交给您一件东西。主人，请随我们来。2人将虾毛带到了地宫深处的一个宫殿之中。虾毛一眼就看到了台子上一个巴掌大小的盒子。虾毛走过去将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块巴掌大小的晶石。这是什么东西？一块普普通通的小晶石能有什么作用？既然是秦舞瑶留下的，肯定不是凡品，不管了，回去再慢慢研究。次日，虾毛等人从地宫出来，发现外面浩浩荡荡一大群的人。虾毛眼神一扫，实力最强的也就是前面带头的几个家伙，4个仙君，其中1个是仙皇。同时那群人也注意到了虾毛。奇怪，我在这里这么久都没发现有人进去，他们怎么就从里面出来？难不成他们已经拿到了地宫里的东西？你们几个干什么的？为何从地宫里面出来？怎么，这地宫是你的，我不能进去？你们什么时候进去的？为何我等在这里没有看到？废话，老子昨晚就进去了，你们能看到什么？胡说八道！就凭你们几个，如何有本事能从里面活着出来？你们是不是在里面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这地宫里面什么也没有，倒是有一件东西，但也和你们没啥关系，就别指望了，都散了吧。小子，什么东西？快拿出来！你哪位？为什么要给你？我们为了看着地宫准备了许久，岂能被你捷足先登？东西交出来，你们就走，否则的话，全部都要死在这。
既然如此，不要说我下手狠，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我数3声，愿意离开的现在就可以走了，不愿意走的那就死在这里吧。1、2。这小子什么情况？难不成这小子是什么大？可是看着也不像，这个年纪顶多也就是个仙君。哼，那就先杀了他，再抢宝物。3。可惜了，给了你们机会，竟然没有一个人珍惜，那就全都去死吧。眼前的女子看起来眼熟，但虾毛也没多想，便跟唐国几人前往码头了。那女子也同样心有疑惑。咦，这位仙友看起来为何如此熟悉？师傅到了，天阙镜本身并没有什么危险，只是想要去往32重天不能飞，必须要通过坐船前往。为啥不能飞？难不成是因为有某种天道规则？坐船就坐船吧。虾毛正打算付钱时，先前的女子就凑了过来。这位仙友，你与几个同伴的船票我已经付过了。哦，虾毛没有多说什么，而是和唐国几人在船上找了个位置坐下来休息。同一时间，那女子在另一个角落愣愣地看着虾毛，因为越看越眼熟。不多时，船只开始缓缓地移动了起来。这是什么情况？这里是无尽之海，下方就是天阙镜了。师傅放心吧，不会出事的。我以前也来回过好多次。这无尽之海里面什么都没有，连条鱼都没有吗？倒也有深海巨妖，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海怪。深海巨妖一族是无尽之海的霸主，但从来不会攻击人类船只，所以也无需担心。灵界太多事情是虾毛没经历过，他索性闭目养神。随着船只的往下，光线越来越暗，整个海底死气沉沉，什么生物都看不到。但秦武瑶留给他的那块晶石正在散发着淡淡的光晕和波动。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头顶的海面早就看不到了。这里就是天阙镜了，从深渊渡过天阙镜，就能进入32重天。丫头，这算是正常情况吗？没有经历过，但也许就只是海底乱流吧，没什么的。在海底能引起这么大扰流的，可不是小东西能做到的。师傅，那会是什么东西呢？深海巨妖，师傅，怎么办？怎么办？你不是说没危险吗？来回好多次了吗？此时船上所有人都慌了，纷纷从船舱里走了出来。妈的，这深海巨妖今天发什么疯？再来上几下，这船都坚持不住了。快加速尽快通过天阙镜。这深海巨妖今天是怎么了？为什么攻击人族了？这深海巨妖哪去了？闹着玩呢。我感觉到了，在下面。我尼玛，这东西和我有仇吗？怎么感觉是冲着我来的？好端端的渡过天阙镜，就到32重天了，非要来搞事情，今天我就宰了你来煲汤。我尼玛，这玩意的身体强度还真是恐怖啊！师傅，你到底行不行呀？一个王八都打不赢，你这仙帝是不是假的？你这丫头懂什么？为师这是在跟他闹着玩，看好了，为师放个大招就能拿下他。大完，收工。师傅，这法宝就是你的大招啊！不要在意那些细节，你们谁认识路？怎么离开这里？大仙，我知道，那就带路离开这里。我想起来了，这家伙就是抢我道果的人。喂，你还记得我是谁吗？看起来的确有些眼熟，但忘记在哪里见过了。你当然不记得，你见我的时候，我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叫白洛，我在太虚空间搜寻先天道果，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就被你给抢了。我靠，那个人是你啊！看来你还记得。那东西也没有写名字，自然是先到先得了。怎么你要找我报仇吗？哼！打不过之后我也找到了道果，现在已经是仙皇了。这么短的时间内竟然又能找到一枚先天道果，也算造化了。对了，方才那深海巨妖给你打死了吗？没死，在这，他现在已经是我的宠物了。你还是继续生活在这里吧。好了，我们上路吧。就这样，大约过了2个时辰后，虾毛等人就到达了目的地。大仙，前面就是32重天了，等船来了，我们就可以上岸了。不可以飞过去吗？别，你第一次穿越天阙镜吗？确实是第一次，有什么问题吗？
你也看到了，这无尽之海上面是禁止飞行的，所有离开了水面一定高度的东西都会被天道规则绞杀，即便是先帝也无法幸免。我尼玛，差点又开席了！就在这时，不远处的一艘船忽然朝着这个方向开了过来。马爷，钱都准备好了，这就给你。不够，不可能啊，马爷，我都清点过了，绝对没问题。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这是之前的价格，现在嘛需要翻倍。先帝的气息，马爷，我们合作这么多年了，怎么突然就翻倍了？船都完没了，我还怎么和你合作？其他人也一样，有多少钱都拿出来，那个熊猫头，你先带个头，要不然就在这等死吧。是吗？我看今天死在这里的人会是你。我自己不会走嘛，为啥要你们护送？完全不需要。你们也看到了，他的确没有那个本事自己上岸。那么其他人现在是什么想法？想法？你死了，我们一样能上岸。找死！重力法则有意思。原来是先帝，难怪了。这位仙友，你我同为先帝，打起来胜负难分，不如这样如何？我送你上岸，至于其他人，交钱就上，没钱就死。废话少说，受死的。这就是你的实力吗？太弱了。走吧。不多时，虾毛等人回到岸边，没有了天道高度的桎梏，虾毛才松了口气。如今已到达目的地，我们也该走了。这位仙友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师傅，我们现在什么打算？直接去31重天。丫头，去31重天的路你认识吗？师傅，我也没去过，不清楚。那就找人问问吧。咦，师傅下面有人，我们去看看。拿了我们北山岛的3位仙皇的圣脉玉骨，就想这么一走了之吗？没想到这里也有人在收集圣脉玉骨，夏依依也是。丫头，这圣脉玉骨有什么用？为什么会有人收集那个东西？师傅，我也不知道，没听说过那玩意有什么用。是他们对我们出手在先，怪不得我们也只是为了自保。放屁，招惹了你们就如此残忍吗？果然，黄蜂尾上针，最毒妇人心。便是我们残忍了，你又能如何？废话无需多言，将我们北山岛3位同门的圣脉玉骨交出来，再留下一笔赔偿，我们可以既往不咎。不可能，要不就打，要不就滚。真要对我们出手，你想清楚后果。好，别说我不给你们机会，虽然你们是瑶池的人，但在这里杀了你们，瑶池也不一定会知道就是我们北山岛杀的，到时候就算是秦武瑶亲自来了，又能如何？你刚才说啥？什么说啥？你是什么人？回答我的问题。刚才你说秦武瑶？滚蛋！这里没你所花的份儿，要是在魔界，连你一起杀。玄帝，前辈，我们无意冒犯，只是在处理一些私人恩怨而已。最后一遍回答我的问题，你说的秦武瑶是什么人？秦武瑶是瑶池的掌门，先帝您认识？瑶池的掌门是秦武瑶，如果是的话，夏依依岂不就是秦武瑶的手下？但目前还无法确定他们口中说的秦武瑶是不是我要找的人。这秦武瑶还有什么特征？他是在哪里飞升的？你是什么人？为何打听我们掌门的消息？秦武瑶是我妻子，她在哪里？大胆，小小之辈竟敢侮辱我瑶池掌门师尊，你好大的胆子！说，秦武瑶是哪里飞升上来的？与你无关，该死的，你竟敢伤我瑶池弟子，你等着！回答我的问题，要不然我就扒光你们的衣服吊在墙上。别，我愿意回答，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就好。不错，秦武瑶是你们掌门师尊，他从哪里飞升的？秦武瑶的确是瑶池的掌门，但他本身十分神秘，我们即便是瑶池弟子也很难见到几次，到现在也没人知道他是从哪里飞升的。我尼玛，这不和没说一样吗？那夏依依你认识吗？夏长老当然认识，他500年前去了夏州，最近好像太古同门打开了，他应该回来了。你们要圣脉玉骨干什么？是掌门的命令要收集的，具体我们也不清楚。那秦武瑶长什么样子？具体我也不知道怎么描述，这是我们掌门的画像。虾毛接过画像，只是看了一眼，便如遭雷击。秦武瑶是虾毛的第一个徒弟，也是他的道侣，是虾毛最为牵挂的人。
有10万年了，我终于……虾毛愣愣地看着画像，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那画中熟悉的眉眼勾起了无数往期的回忆，泪水不由自主地模糊了双眼，心中满是无法言说的怅惘与眷恋。师傅，怎么了？你这是思春了吗？你这丫头一天天都在脑补些什么玩意？瑶池就在最高天嘛。对，就在最高天，这是最高天的地图，上面有瑶池位置的标记。我尼玛，夏依依就是瑶池的人，早知道的话就跟着夏依依直接空间传送过去了。现在可倒好，还要一步一步前往最高天。行，你们走吧。师傅，我们现在去哪？我们也走吧，去最高天。就这样，虾毛等人经过了9981天，风尘仆仆，终于来到了2重天的须弥山。这就是须弥山嘛，过了这山就到最高天了。老婆等我，我来了。早就听说须弥山有天地法则压制，没想到竟然是真的。丫头，这怎么回事？师傅，这里有天道法则压制，不能飞行，就只能一步一步爬上去了。修仙一途，如今已经登临仙帝，结果还是无法脱离天道的镇压，这修了个什么仙？狗天道，迟早有天我会把你打下来。走，我们上山。瑶池圣境，一名女子站在露台上，望着最高天的九霄云雾，明眸皓齿，长发披散在身后，精致完美的五官，一颦一笑之间，仿佛是9天之上坠落凡尘的仙子。天下男子怕是只要看一眼都要为其沉沦，她就是秦舞瑶。姐姐，派出去的人传回来消息，虾毛大概已经在2重天了，距离最高天不过1步之遥。听到虾毛的名字，他美眸微微一动，脸上明显浮现出一丝喜色，但并未多言，只是沉默着，望着云雾发呆。嗅觉触动了心弦，下意识不知可否。知道了，你派人继续盯着，来到最高天第一时间通知我。姐姐放心，他现在已经是仙帝了，而且拥有时间法则，这灵界没有人能威胁到他的安全。仙人威胁不到他，但天道可以。他抬头望天，夏依也跟着看了看天，不多时两人便回到了寝宫。寝宫之内，仙人的圣脉玉堆积如山。快了，我为他准备了数万年，助他脱离天道，让他再也不受这世间纷扰。另一边，虾毛等人一步一步的往上爬，虽然速度不慢，但大半天的时间才爬了一半。丫头呀，那个为师年纪大了，爬不动了，你能不能背着为师爬过去？师傅，你还能要点脸不？日月星辰轮转，第2天，虾毛几个人终于抵达了最高天，天道规则也在这一刻烟消云散。这就是最高天嘛，灵气比2重天和其他的世界高了至少几10倍，大家都来这最高天修炼，不就事半功倍了吗？就在这时，虾毛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声厉喝：“站住！你们可有邀请函？”“没有，我们是来投奔的。敢问大仙，你们是哪家势力？”“大胆，没有邀请函就胆敢私闯须弥圣山，找死！”“不是，我们真是来投奔的。我是仙皇，我愿意做牛做马，只求留在须弥圣山。”“哼，区区仙皇，你也配？”大概这须弥山是不允许一般仙人上来的，整个中州都知道这须弥山灵气浓郁，大家都想来这好地方，怎么可能无差别开放？而这时，那一队人杀了那几人之后，又向虾毛等人走过来。你们的邀请函呢？没有邀请函，为什么要邀请函呢？奇怪，此人的境界我既然无法看透，你们来须弥山干什么？我们来做什么？和你有什么关系？大胆，没有邀请函就敢擅自闯入须弥圣山，谁给你的胆子？哼，就这点东西也想拦我？剑来！头儿是仙帝都拦不住，对方到底是什么成分仙帝？原来是仙帝，难怪敢如此态度。但就算是仙帝，当着我的面杀我的人，是不是不太好？不好吗？出言忤逆我，我便杀了，你觉得不好又能如何？仙帝对战仙帝，凭借的就是法则力量。我的法则竟然拦不住对方杀人，修炼到仙帝可不容易啊！要是法则被对方压制，直接被抹杀，那才是亏大了。是我们唐突了。身为仙帝，的确有这个特权，杀了我的人也无所谓。只是你们来须弥山，究竟所谓何事？虾毛看他反复的问，联想到之前几人的说辞，便道：“来玩玩，顺便看看有没有哪家势力收人。”这感情好，在这须弥山，如日中天的当然是我们天府了。你若愿意，可加入天府，正好我们最近缺人。那瑶池，你可知道？
当然，不过你打消那个念头吧，瑶池是不收男人的，而且在这最高天形势狠辣，和我们天府水火不容。就这几日，我们天府便要对瑶池动手，届时瑶池仙子你可随意挑选，只要拿下瑶池，我们天府就能执掌最高天，制霸临界。天府要和瑶池开打，那正好，跟着天府不就能去瑶池了吗？可以，我加入。虾毛来到天府，一眼扫过去，只单单是在大殿之中的仙帝就有70多个。天府是须弥山最高天的4大势力之一，也是最为古老的2个势力之一。我尼玛，这么多仙帝放在灵界任何地方都是一股绝对恐怖的势力。既然是仙帝，那便是朋友，天府欢迎你。说话的是天府的宗主，名为林无忌，身穿长袍，正笑呵呵地看着虾毛。大家都是仙帝，但是却对这个林无忌如此恭敬，难道这林无忌的法则力量恐怖如斯？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法则之力。而就在虾毛思考着对方法则是什么的同时，林无忌也在打量着虾毛。不知道这位兄弟的法则是什么，这很重要，决定了一个仙帝的能力如何。法则力量强大的仙帝，一个人打5个不是问题。断头台，我尼玛，还以为是个什么厉害的角色，原来是个垃圾法则。算了，大小也是肉，用来撑撑场面也行。法则不错，既然加入了天府，以后就是自己人了。正好这几日要对战瑶池，到时候你也出一份力，我们拿下瑶池之后，就有足够的底气制霸最高天。到时候整个灵界9州就是我们天府的。说完之后，林无忌也没有再理会虾毛，开始安排部署几天后的对战。断头台只对仙帝之下有用，对仙帝没多大作用，而虾毛则是和先前那位仙帝回到住处闲聊了起来。送给你的话，原本在这最高天是由3大势力共同执掌，一个是天府，另外一个是战旗，还有一个是后来的新生势力叫荒军。后来冷不丁的，秦武瑶带着一些仙帝来到了最高天，战旗第一个不满，针对瑶池开始了第一次的仙人大战。但那次的大战，战旗全军覆没，瑶池战力十分强悍，天府和荒军不敢轻举妄动，于是瑶池的力量迅速扩大。等到天府和荒军反应过来的时候，瑶池已经和他们3分天下，办不到了。那现在为啥又要攻打瑶池了？瑶池那些娘们不知道在干啥，从500年前开始便暗地里收集圣脉玉骨，因此也折损了不少人在外面。其中一部分弟子离开了瑶池，有一些倒戈加入了天府后荒军。收集圣脉玉骨有啥用？圣脉玉骨对我们而言没有任何作用，所以就没有理会。眼下瑶池之内常驻仙帝不足50位，这是个好机会，到时候拿下瑶池，那些仙子你随意挑选，随意把玩。虾毛在一旁淡淡的听着，也没表态。忽然想到了系统，这一路走来，虾毛已经是仙帝，系统给的修为也没用，索性就不签到。系统签到，签到成功，恭喜宿主，本次签到获得暴击，恭喜宿主获得修为奖励乘10，恭喜宿主获得先天古堡山河板砖。系统这么久没签到了，怎么只给了个破板砖？请宿主放心，系统出品必是精品，一个就够了。你这狗系统，关键时刻你还吞奖励？这系统竟然还会吞奖励，想着想着表情就变得古怪起来。对面的仙帝看到虾毛这个表情，以为虾毛在担心，于是安慰着说道：兄弟放心，林无忌的法则力量很强，到了瑶池只要能杀了秦武瑶，到时候就是一锅端，甚至不需要你我出手就能坐享其成。这林无忌的法则这么吊吗？能以一人之力将瑶池那么多仙帝一锅端，是什么法则？那我就不知道了。林无忌从没有明说过，但大家有目共睹，林无忌控制着所有仙帝的生死，没有人可以在他手下存活。嚣张，太嚣张了！这个林无忌没想到还隐藏得挺深。行了，休息休息，将你这几位朋友安顿好，到时候去瑶池的时候，他们就不要参与了，留在这里等着我们凯旋归来就是了。虾毛眯着眼睛看着外面的天空，云层低矮，整个须弥山都钻入了云层之中。虾毛那种奇怪的感觉更加明显了。在灵界修为到了仙帝，反而比在下界的时候更加的憋屈。在下界，即便是在渡劫飞升的关口被卡了10万年，但起码还有希望。可是到了灵界，修炼到了仙帝，然后呢？什么都没有，天道之途就这样到头了。闲来无聊，虾毛将签到暴击给的奖励拿了出来，是一块板砖，这让虾毛忽然想起了林无忌身上的那把扇子。能被仙帝放在身上不离身，多半也是一件了不得的法宝，就是不知道和我这板砖相比，孰强孰弱。虾毛注入灵力，突然就被带进一方小世界。这山河板砖中，山川湖海自成一方小世界，而且面积还不小。这么看来，倒是比蓝宗子府还要合适了。到时候蓝宗集体搬到山河板砖里面去，将山河板砖作为宗门根基，安全隐蔽，而且范围更大。几天后，虾毛接到了通知，天府集合准备出发，讨伐瑶池，而林保娥几人全都放进了山河板砖之中，他则孤身一人前去集合。此时，瑶池圣地所有的圣脉玉骨都被秦武瑶带进寝宫之中，而夏依依和其他一些长老则守在外面。
天府应该会在今天来讨伐瑶池。如掌门所言，没有将分散在外的弟子找回，只怕防不住那天府。是啊，天府本身的实力不可小觑。我们得到消息，天府至少聚集了近100位先帝，如果抵挡不住，瑶池这么多弟子，下场……夏依依，你有什么想法？切，没什么想法，来就来了，打回去就是了。你有空间法则，几乎就是无敌状态，你当然不担心了。可我们怎么办？掌门的行为越来越古怪了，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瑶池早晚要毁在他的手上。来了。虚空中2班人马对峙，虾毛心里有些激动，眼神不断的扫视着，并没有发现秦武瑶的踪迹，倒是很快就见到了一个熟人夏依。天府莅临瑶池仙境，你瑶池仙境掌门秦武瑶却不出现，这是什么道理？莫非是看不起我们天府啊？大胆，我瑶池掌门的名讳也是你可以叫的。虾毛在一旁等得有点无聊，直接身形一闪，就出现在了夏依的面前。有些日子没见了夏依依，我问问你们瑶池的宗主在哪？秦武瑶在哪？而天府这边被虾毛这么一搞，以为是灵无忌发号施令，战斗开始，瞬间各种各样的法宝神山开始在空中肆虐，仙人之战爆发，整个天空中全是如地乱流和神空相对攻阵，天空乱成了一锅粥。我尼玛，这怎么就直接开打了？明明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来的，这下作战部署都乱透了。都是那蠢货干的好事，气得灵无忌嘴角都在抽搐，扭头一看，却发现挑事的虾毛竟然不见了。殊不知，此时的虾毛已经进入了瑶池圣地，而9天之上那些瑶池的仙帝和长老们还在天上和天府的人打不开交。你不去帮忙吗？没必要，你不是来找我姐姐的吗？啥意思？你姐姐？对啊，秦武瑶就是我姐姐。对，就是秦武瑶，她在哪里？诺，就在里面。闻言，虾毛立刻抬脚走进去，却被夏依拦了下来。等等，在里面是没错，不过姐姐在做很重要的事情，你还是先在外面等等吧。什么事？我知道你的身份，我姐姐是从下界飞升的，在下界的时候和你是道侣，她是你老婆，她比你早飞升数万年，你好不容易飞升，当然迫不及待要找到她，要见她。虾毛诧异的看着夏依，她竟然知道的这么清楚。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些事的？不太记得具体的时间，大概是3万多年前吧。所以你在下周的时候唯独没杀我，是因为知道我的身份对吧？对啊，不然呢？那你既然知道我当初在找秦武瑶，为啥不告诉我？你也没问啊。两人大眼瞪小眼，虾毛都无语了。这时9天之上战斗也逐渐呈现了一面局势，灵无忌手中的扇子挥洒之间，各种真禽鸟兽飞奔而出，和那些仙子的厮杀在一起，而且竟然能够稳稳镇压。而与此同时，大殿之内盘膝而坐的秦武瑶缓缓睁开了双眼，外面的虾毛和夏依似乎感应到了什么，扭头看向大殿。姐姐醒了。紧接着大门缓缓打开，一道倩影从门内缓缓走出，长发如瀑披于肩上，眼眸清澈，仿佛能看透世间一切虚妄。虾毛愣在了原地，女子也顿住了脚步，四目对视的这一眼，两人等了数万年。无论是虾毛还是秦武瑶的样子，都和当初在下界时候没有太大的区别。不同的是，虾毛的身上多了一丝沧桑，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刚穿越过来的愣头青，而秦武瑶也没有了当初的些许稚嫩，眉宇间的温柔却比当年在下界的时候更加入骨。你来了。来了。原本心里早就准备好的千言万语，此时却发现无论如何都说不出来，并不是因为数万年没见而产生了陌生感，相反，两人就像是昨天分开，今天重逢一样，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我知道你有很多的话要对我说，我也有很多的话要对你说，但现在不是时候。此时的灵无忌正带领着天府的仙帝镇压瑶池仙，几乎就是一面局面。既然是瑶池自家弟子，我来动手吧，将这天府先灭了再说。我老婆的宗门岂是他们随意可以欺辱的？无妨，区区一个天府而已。说完，秦武瑶一只手牵着虾毛，另一只手缓缓挥过，直接将瑶池仙境的防护罩给打开了。灵无忌见状顿时大喜，而瑶池众仙则瞬间回到秦武瑶身后。不愧是瑶池的主人，这防护罩是你自己打开的，这份魄力值得赞许。这什么鬼情况？秦武瑶虽然长得漂亮，但这么多年在灵界从不和任何男性接触，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现在双方在上面开战，这虾毛直接突家，连秦武瑶都搞到手了，我擦，牛人啊！虾毛，你这是？这是我老公虾毛。我操！秦武瑶，那可是所有男人的梦想啊，现在却被虾毛这头猪给拱了。秦武瑶，你向来不和任何男性接触，但这是怎么回事？虾毛虽然是仙帝，但比虾毛强大的仙帝多的是，在我面前更是屁都不算。你这是看上他什么了？看你这话说的，
首先我比你帅，我还比你看着年轻，你再看看你自己那些拔子脸，半夜没开灯，我还以为是见鬼了呢。而且论实力，我也瞧不上你呀。综合下来，你说你哪点比我强了？你还不服气上了？瞎毛嘴里连珠炮弹，对的林无忌高血压都上升到280，低头看了看自己，他说的还真像是那么回事。我既然无言以对。10万年前，瞎毛在下界就与我结为道侣，我眼中自然瞧不上任何人。他如今飞升灵界，我二人自然也要双宿双飞，这很正常。钱无瑶，你是蓝星飞升者，还有瞎毛竟然是蓝宗老祖。蓝宗老祖的名头，林无忌也是知道的，那是无数蓝宗弟子日日夜夜期盼的师傅。2个多月前瞎毛飞升，林无忌只是瞧了登仙榜一眼，并没理会。就算是飞升上来，也只不过是一个小瘪三。我尼玛，天赋最强、修炼速度最快的也至少需要5万年的时间，这货飞升2个多月就成为仙帝，这简直就是天道的亲儿子呀！这一刻，林无忌心里出现了一股无力感，被他瞧不上，也从来没有去注意过的蓝宗老祖，天赋竟然如此恐怖，甚至怀疑秦武瑶是不是认错人了。钱无瑶，你怕是认错人了吧？蓝宗老祖2个多月前才飞升，怎么可能是仙帝？这小子绝对是冒充的。笑死我了，天府的掌舵者怎么酸成这样了？不过你还真别说，我在下周的时候是亲眼看着瞎毛一步一步提升到仙帝的，这个速度之快，别说你了，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也不信。我有什么好酸的？这天下仙子，我林无忌唾手可得。况且，就算是瞎毛2个多月晋级仙帝，但那又如何？境界虚高，实力不足，我照样一根手指就捏死他。既然话不投机，那我们就手底下见真章吧。我倒要看看，你要只被我天府一锅端，你们还如何嚣张？随你。我林无忌在这最高天，到现在也没人知道我的法则是什么。你们的运气不错，因为你们马上就可以看到了。话没说完，秦武瑶就收回了视线，看向瞎毛道：“老公，我有东西给你看，你随我来。”这娘们怎么不按套路出牌？你这是在搞什么飞机啊？仙帝大战在即，零武器装了半天逼，结果你连理都不理，瑶池都要没了，你还顾着和你老公搞什么东西？生3胎吗？老婆，那这些人我来处理就是，我们进去吧。好，给我杀了瑶池所有人，秦武瑶留给我。可话说完，身后的仙帝们却没有动静。林无忌眉头一皱，扭头看向身后，这是林无忌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幕。在他身后，所有的仙帝此时一个个脸色难看的大喘气，身上的灵力波动紊乱嘈杂。你们在干什么？我的身体不太对啊！我的經絡在迅速老化，唔係我的丹田在迅速消失。救我！快救我！整个场面十分混乱，紧接着一个接着一个，仿佛放鞭炮一般，全部爆体而亡。现场就剩下林无忌一人。此时的秦武瑶和瞎毛也在看着这一幕。你干了什么？这是你的法则力量，时间，你是时间法则。不是，只是这样操作，过程更好玩一些。难怪你能在短时间内将瑶池发展到现在这般规模。你的法则力量的确很可怕，但对我无用，因为我的法则是绝对领域。哼，是吗？当然。只是我很好奇，你的法则力量到底是什么？反正你就要死了，其实告诉你也无妨。我老公应该也很好奇，我的法则是阴阳两界，是天地万物的生死。我尼玛，还有这种法则？林无忌的法则是绝对领域，在他的领域之中他说了算，但秦武瑶的法则却是生死，天地万物的生死都在秦武瑶的一念之间，这简直就是 bug 啊！老公，我们走吧。站住，我们的事还没完。你杀了我天府这么多人，不会以为这事儿。话没说完，林无忌忽然双眼瞳孔涣散，然后身子一软，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没了动静。瞎毛看了眼，林无忌已经死了。林无忌的绝对领域法则已经几乎无敌，可在秦武瑶的眼中，本质上和路边的蚂蚁其实没有任何的区别，只需一个念头就可以直接秒杀。这就是掌控生死的力量，简直就是活阎王啊！一个念头就可以掌控任何生命的生死。老公，我们进去吧。紧接着，秦武瑶就拉着瞎毛进入了大殿，夏依依则在外面守着。老婆，你要给我看什么？秦武瑶没有回答，而是往前走了几步，然后伸手一挥，忽然爆发出一道光芒，瞎毛脚底下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阵法。与此同时，在阵法的前方，一个人形的雕塑缓缓地升了起来。瞎毛看了眼，顿时有些头皮发麻，那雕塑竟然就是自己。秦武瑶的眼神也变得古怪了起来。老公不要害怕，过程会很快的。什么意思？你要干什么？瞎毛正想往前走几步，却惊愕地发现自己的身体动不了，脚下的大阵以瞎毛为核心，恐怖地桎梏着周围的一切，仿佛连空间都凝固了一般，瞎毛的灵力也无法动用。瞎毛诧异地看向秦武瑶，我当初飞升灵界，等你等了1年又1年，我的境界也不断的提升，但我发现灵界和下界其实没有任何的区别，一样的弱肉强食，一样的残酷，一样的修炼，但不同的是，灵界一眼看到头，
先帝就是尽头。成为了先帝后，就再没有任何的奔头，只有混吃等死。秦武瑶说的，虾毛也有同样的想法，也很苦恼。就算是有数万载的岁月，但终究还是要尘归尘，土归土。我掌控生死，可以泯灭任何生命，却无法决定生命未来的生命尺度。横在所有人头顶的，那就是天道。虾毛看着眼前的秦武瑶，有点不太理解。秦武瑶则继续说道：龙门荒漠那块天道神石你应该拿到了，是我用300多位先皇的圣脉玉骨提炼的。想要脱离天道的控制，就要成为天道，获得天道的力量。听到这里，虾毛忽然反应了过来，这也是夏依为什么去夏州猎杀先皇的原因，将所有的圣脉玉骨全都抽了出来，打造成天道神石。虾毛能感觉到现在的秦武瑶和当初在下界时候的秦武瑶早就不是同一个思想了。你想将我的身体替换成天道神石，以此来脱离天道的控制吗？是这个意思，可惜我只打造出来一副躯体，我为你准备了8万年。老婆，你也没必要这样，要是出了问题，我直接死了咋办？放心，不会出问题的，我有信心，我知道你不会轻易冒险，所以只能让我来替你决定。接着，秦武瑶双手缓缓伸开，整个大阵运转的速度越来越快，虾毛能感觉到威压越来越强。老公，我会逐渐剥离你的肉身，保留你的神魂，然后将你的神魂引渡到天道神石之内。这个过程可能会有点痛苦，但你要相信，我是为了你好。等我做完这些，这天地寰宇便再无任何东西可以桎梏你。此时的秦武瑶神色有些狰狞疯狂，但虾毛没有一丝一毫的生气，反而觉得心疼。他不知道秦武瑶在灵界经历了什么，为何性格会变成这样，但他知道想要严重扭曲一个人的性格和思想，需要经历绝对的绝望和折磨。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都怪我没有尽到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老婆，这么多年你在灵界辛苦了。秦武瑶猛然一愣，眼神有那么一刹那间的踌躇，但随后又果断道：不辛苦，做这些值得。秦武瑶说的没错，还真他娘的疼啊！虾毛深深的叹了口气，念头一动，时间准则开始运转。虾毛重新回过神来，此时的秦武瑶正拉着他的手往大殿走去。等等，我有话要说。我们进去说吧。虾毛本想直接和秦武瑶对峙的，但话到嘴边却不知道如何开口戳穿他。你这瑶池我还是第一次来，我们不着急聊天，还是参观瑶池吧，毕竟是你这么多年经营下来的宗门。也好，我们就随便转转吧，我带你参观一下瑶池仙境。虾毛心里松了口气，至少秦武瑶现在不坚持了。瑶池仙境很大，弟子也很多，一路上到处都是瑶池的弟子。这糕点你还记得吗？我现在做的很熟练了。虾毛愣愣地看着眼前的糕点，当初两人认识就是因为这糕点，不是因为多好吃，而是因为承载着两个人的回忆。就是这个味道，没想到你连这个都做出来了，你也吃点，和当年的味道一样。以前我经常在这里静坐，凝望夜空，希望能够洞彻宇宙万物的真相。如今你来了，我倒是也不需要一个人继续孤苦下去了。虾毛看着秦武瑶那落寞的背影，心情很是复杂。老婆，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还是会分开的，有天道的存在，即便是成了先帝，数万年的寿元，在漫长的宇宙时间尺度面前，不过弹指一瞬，始终还是要分开。我尼玛，这就没法谈了，几万年的时间还不够长吗？倒也不用看得那么长远，几万年的时间，我们可以想办法，不管是增长寿元，还是脱离天道的压制掌控，也不急于一时。不需要那么麻烦，方法我已经找到了，等我帮你重塑天道肉身，你就是天道，届时你也有办法搜集足够的生脉玉骨给我。秦武瑶越说越是激动，虾毛却听得满头大汗，正要继续劝说，可忽然发现身体有些不听使唤了，体内的灵力也变得嘈杂混乱起来。一阵阵眩晕感不断的冲击着虾毛的神魂，虾毛忽然反应过来，看着桌子上的糕点，这东西被你动了手脚。没关系的，只是让你沉睡而已，我带你过去，一边剥离你的肉身，一边给你讲。虾毛赶紧摇了摇舌头，趁着还清醒，直接动用时间法则，再次回溯，同样的时间节点，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大殿门口，真是防不胜防啊！老公，怎么了？算了，没什么。那我们就进去吧，我要给你看个东西。那什么，不着急，我才刚来瑶池，你经营了瑶池这么多年，我还想要看看呢。咱们先转转，你为我介绍一下。秦武瑶疑惑地看着虾毛，这次依然没有拒绝。也行，那就转转吧。和之前一样，同样的地方重新走了一次，但不同的是这次夏依也跟了上来。虾毛不敢再去先前那地方，便对着秦武瑶道：咦，那雕像是你吗？咱们过去看看。这破玩意没啥好看的，我带你去其他地方看看。
毕竟是第一次见，挺好看的，那我们就去参观一下吧。那好吧。虾毛松了口气，夏依看着虾毛奇怪的反应，表情有些疑惑。似乎虾毛在刻意的规避着什么，貌似还和姐姐有关。如果是这样的话，虾毛动用了时间法则，算了，不管他了，看看再说。不多时，几人就来到一尊雕像前，一眼就能看出是秦舞瑶。毫不夸张地说，秦舞瑶的美，即便是雕像都能看得出来。老婆，你说修仙之路的目的是什么？修仙之路，莫非是为了得到长生？坏了，怎么又回到这问题上了？不存在什么长生，即便寿元几万年，哪怕几百万年，在天道的面前，都只不过弹指一瞬，最终还是会死。秦舞瑶这一套说辞下来，虾毛听得一愣一愣的，他都不知道怎么接话了。不过没关系，老公，我有办法可以脱离天道的束缚，我可以帮你重塑身体，重塑天道肉身。我收集了很多的圣脉玉骨，提炼出来的天道碎片被我融合成了天道神石。说完，秦舞瑶缓缓的后退，虾毛心头一惊，觉得有点不妙。虾毛脚下突然出来了一个阵法，我靠，这里也有阵法！眨眼间，虾毛又回到了之前那个大殿内。好家伙，又被传送回来了，真是防不胜防啊！老婆，你这想法真的不靠谱，咱们好好谈谈，行不行？你听我的没错，不用担心，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听你个头呀，安排你个蛋呀！老公，我没蛋呀。虾毛发现秦舞瑶现在的思想已经严重扭曲和钻牛角尖了，已经讲不通道理了。我也不是完全不听你的，反正我已经来到了瑶池，我肯定也不走。你这些玩意放在这里，咱们先研究研究这里面的细节，等到确保万无一失了再继续，怎么样？不用研究了，老公，你听我的准没错，我已经研究得很明白了，按照我说的去做就好。那也不急于一时啊，让我休息几天行不行？我现在状态不是特别好，万一操作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呢？不会出问题的，只要你的神魂在，就不存在问题。你咋这么犟呢？虾毛还想说些什么，脚下的阵法却已经开始运转了，将虾毛给桎梏在原地。我还真就不信了，再来。老公，我带你进去看个东西。天道肉身这种东西，咱先不说它靠不靠谱，完全不需要这么着急啊，对不对？秦舞瑶猛地愣在了原地，诧异的扭头看向虾毛，但他立马就反应了过来。原来如此，法则力量不受到桎梏，你的天道法则是时间。没错，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谈谈。几次了？3次了，不是我不想，只是咱们需要谈谈，从长计议，对不对？秦舞瑶眼神微微有些黯然。可以，那我先带你去瑶池转转吧。不需要，已经转过了，你拿出来的那种糕点我也吃过了，但不影响我回溯时间。秦舞瑶一愣，手腕一翻，一份桂花糕就出现在了手里。你还想再重来一次吗？这份是正常的，你既然可以回溯时间，也就没必要浪费时间去做无用的事。当初我们就是因为桂花糕而认识的，你还记得吗？当然记得，可惜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飞升灵界后，我期盼着你能快点飞升，抱着希望，1天、2天、1年、2年，但始终没有你的消息。老婆，我不知道你在灵界这些年经历了什么，但如今我来了，你再也不是孤苦伶仃一个人了。我们的时间还很长，往后的日子我们可以游山玩水，不会有人打扰我们，我们也不会再分开，这样不好吗？不好，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当初的我了。此时的秦舞瑶的表情有些痛苦，思绪有些混乱。天道肉身一定不会出错，我本想强行帮你替换，但现在看来还是我失算了。你可以回溯时间，我无法成功，我努力的一切都白费了，我为你准备了这么久。虾毛看着秦舞瑶，心里有一种锥心之痛，他不知道秦舞瑶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何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罢了，终究是我亏欠他太多，就算因此而死又何妨？瑶瑶，我能在灵界找到你已经很满足了，给我1天时间，1天后我答应你，这1天不做什么，我们坐坐走走，聊聊天，做什么都好，1天后让你帮我重塑天道肉身，如何？秦舞瑶一愣，大概理解了虾毛的意思，沉吟了几秒之后道：听到秦舞瑶答应了下来，虾毛也松了口气。忽见满是虚作冰霜河，这10万年来，你在下界是如何度过的？等待飞升，遥遥无期，甚至我觉得都没有希望了。闲来无事就收一些徒弟，打发时间。你呢？飞升之后应该很辛苦吧？的确辛苦，每天都要提防数之不尽的骚扰和凶险，小心翼翼。但我天赋还不错，
修仙一途也算顺风顺水，有惊无险的成为了仙帝。对不起，老婆，我被天道压制了10万年，始终无法飞升。在你最无助、最孤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无法陪伴你。等到我天道肉身替换成功，无论我有没有成为天道，只要我还活着，我便带你游历大川，看遍这世间繁华。你这是在补偿我吗？不算，因为这也是我在下界曾幻想过无数次的事情，也是我觉得修仙的终点，最为惬意的生活方式。毛毛，我很想告诉你我愿意，但这么多年过去，你已经不是当初的你，可我也不再是原来的我。瞎毛没有回答，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次日两人起床后，瞎毛看向秦武瑶，此时的秦武瑶似乎有了一丝的改变。毛毛，如果你实在不愿意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再等等，也不是非要现在。既然决定了，那就今天开始吧。你坚持了几万年，想要完成的事情，不管靠不靠谱，成功不成功，我都支持你。老公，谢谢你。我会开始剥离你的肉身，这个过程可能会有点痛，你要忍耐，很快就会过去的。之后我会将你的神魂接引到天道肉身之中。开始吧。瞎毛感受着阵法轰然爆发的威压，虽然已经是仙帝，但这份疼痛不单单来自于肉身，还有神魂被剥离之痛，仿佛千刀万剐，不知道作何。瞎毛的意识逐渐有些模糊了起来。等到瞎毛再次睁开双眼，眼眸之中仿若万古星辰，神念扫地，瞬间覆盖整个九州。只需要一个念头，跨越宇宙寰宇，只需要一个念头就能凝练太古洪荒。它可以活死人，肉白。这一刻的瞎毛感觉自己无所不能，而此时的秦武瑶万分的紧张的看着瞎毛，担心自己到底有没有成功。如果失败，那瞎毛就是真正的死亡了。那么现在操控瞎毛这副天道肉身的意识是谁？想到这里，秦武瑶的脸色煞白，也不敢开口询问。老婆，成功了！真的？那你现在是否脱离了天道的掌控？这灵界不过是天道大千世界其中的一个小世界罢了，一切的一切都是天道设计和演化出来的，就连这个世界也是。你已经完全脱离天道掌控了吗？那你还会死吗？天道只是一个称呼，人类创造出来的称呼而已。我就是我，但我等同人类所理解的天道。说完，瞎毛伸手一指天边，下一秒，大地开始崩塌，苍穹扭曲撕裂。所谓的九州，在瞎毛的一个念头之下被撕碎消散，所有的仙人、普通人、仙禽走兽，甚至包括蓝宗弟子，也全都跟着泯灭，消失不见。毛毛，你干什么？在摧毁灵界？这灵界没了，以后在下界就没人可以飞升了。当然，我只是做个实验而已。接着，他牵起秦武瑶的手，看着周围天地的崩碎迅速扩散而来，最终瞎毛和秦武瑶也在天地之间随着一切崩塌消失不见。恍惚间，瞎毛重新睁开双眼，身边已经没了秦武瑶。他看了看手里，正拿着一包刚包好的桂花糕。小伙子运气不错，今天这最后一份就卖给你了，我这就收摊。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才是生活。是啊，那才是生活。喂，这最后一份能卖给我不？打得过我，我就卖给你。一寸土，一年磨。你的梦想是什么？修仙，我要飞升成仙。灵界都没了，还飞升个啥？下界多好，这才是生活啊！